人明明觉醒的是最强辅助治愈术士，是个能够解锁棍之勇者的职业，却因为其他人荒谬无知的可笑污蔑，导致一直以来都没有队伍肯接纳他。可所有人都没想到，工会突然出现新手冒险者，可爱的少女坚决走到男主面前，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发出了入队申请。还没等男主有所回应，武斗家塞娜便已经开始了自我介绍。看到对方并不是在开玩笑，男主也说出了自己治愈术士的职业。不料这时前台大姐姐突然出现，急匆匆的跑来阻止了塞娜，毕竟她可不想这么可爱的少女误入歧途。紧接着还特地的提醒，表示男主是个只会用出阶治愈魔法的废柴，如果跟这种人组队的话，那到时得穷的只能去种马厩了。殊不知塞娜其实就是奔着男主来的，只因小时候遭到哥布林袭击，在危难之际，是男主挺身而出救下了她。从此塞娜便梦想着能跟在对方的身边，并且她还随身带着一笔巨款，是妥妥的一枚小富婆。因此谢过好意后，塞娜便跑到前台进行注册，就这样成功加入了男主的队伍。临走前，前台大姐姐郑重的交代，让两人去迷宫西边的大草原探险。原来迷宫会不断的释放魔力，所以周边栖息着各种强大的魔物，而其中最适合新手的地方便是在西边的大草原。不过男主却并没有听从建议，反而带着塞娜来到了迷宫入口，打算进去后好好测试一下对方的实力。没一会他们便遇到了3只哥布林，仅仅只是2秒半的功夫，塞娜居然就一人解决了战斗。对于塞娜的表现，男主也是深表赞许。接着他又捡起了地上的魔石，耐心讲解着各种冒险者的常识，随后便提议要不要去更深处探索，因为哥布林的魔石根本值不了多少钱。而经过塞娜同意后，他们也继续前往其他地方查看情况。这时男主突然发现了什么，瞬间拦下了塞娜前进的脚步。原来这块地板是个陷阱的机关，只要触碰就会让冒险者不慎掉落，从而被地下的尖刺当场贯穿。等两人穿过陷阱后，他们却意外看到了一只半兽人。要知道这可是存在于中层迷宫的魔物，拥有着强健的身躯和力量，一般不可能会出现在这里才对。塞娜本以为这次的冒险会到此为止，没成想男主不仅没有撤退，甚至还打算两人合作打倒这只魔物。对此塞娜也没有拒绝，在同意后便直接来到了半兽人的面前。虽然他的速度占据极大优势，但在力量方面却无法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所以只能不断躲避着半兽人的攻击，最后被逼到了角落无法闪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棒朝自己落下。好在危机关头，男主及时出手救下了他，而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也让塞娜愣在了原地，直到男主呼唤时才回过神来。接着在拿到半兽人巨大的魔石后，他们又继续探索了一番，最终等回去时便多出了好几块的哥布林魔石。见状，前台大姐姐当即就不乐意了，明明已经说过要去新手地区探索，怎么现在还跑去中层击杀了半兽人？为此男主赶忙解释事情的经緯，就连塞娜也帮忙澄清，这才让前台大姐姐勉强相信他。接着就是兑换了一大袋钱币，引得男主惊讶连连，只因他在以前的冒险小队根本就没有获得过这么多的收益。随后又突然顿悟，看来自己是被别人当成了冤大头，私扣了他大量的血汗钱。听到这话，塞娜顿时就不干了，当场就愤怒的要找对方算账。不过男主却没有过多的计较，表示要就此忘掉之前那不快的经历。随后两人来到了旅馆，订了2个房间，准备好好休息。在房间里，塞娜第一时间便换好了睡衣，脑海里回想起了冒险时的场景，而男主的强大也让他不由得心生困惑。それにしても、この町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あんなにもすごいお兄さんを、無能って呼ぶんだろう。还怎么都没想到，原来男主之所以被踢出队伍，是因为前队友接去讨伐9头蛇任务，可明知9头蛇魔法蕴含毒素，黄毛队长竟为了省钱不愿买解毒剂，以至于队友中毒失去战斗力，而任务失败的他们将一切责任都推给男主，美其名曰身为治愈师居然不会解毒，如果不是男主拖后腿，他们早就击败了9头蛇。闻言男主都无语了，明明是他们一路享乐到早上，导致讨伐时动作不够敏捷才会失败，如今竟然将锅都甩给男主，同时威胁队伍里的萝莉魔法师，不仅要把男主踢出队伍，更是把男主无能之名传遍整个小镇。要不是塞娜的出现，或许男主已经放弃当冒险者。随后两人再次来到迷宫，男主知道塞娜的实力后，通过迷宫自带传送阵来到中层探索，而中层的怪物等级普遍比较高，掉落的魔石相对的比哥布林更加值钱，让塞娜小心一点。可话音刚落，殊不知巫妖属于特殊魔物，是从灵体幻化而成，所有的物理攻击都对它无效，对没有攻击魔法的冒险者来说非常棘手。男主想着战略性撤退，怎料塞娜表示他有办法对付，于是男主充当诱饵上前拉仇恨，而躲在一旁的塞娜蓄势待发。只因塞娜虽然是武斗家，但只要练习2年半，就能操控存在于体内的气力，将气力凝聚在拳头上，即便是灵体也能轻松打爆。随后再次回到冒险者公会，看板娘看到巫妖的魔石惊讶至极，没想到两人实力居然能探索迷宫中层。很快换完钱后准备回旅馆续住，不过路上塞娜有点好奇，
最近不知道为何，在其他地方惹出纷争的冒险者，似乎都有意聚集到这个小镇，给镇上认真探索的冒险者和居民带来不少麻烦。不过男主也没想太多，反而今天赚了那么多钱，当然要先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一旁的塞纳看向远方建筑，好奇询问那是什么，像建筑的模样却没有入口和窗户，好像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柱子。怎料在这里2年半的男主都不知道是什么。有一次好奇的向制作工匠打探过，可令人震惊的是，工匠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委托人也不知道是谁，只是代理人拿着设计图和费用过来委托，或许是想隐瞒什么身份。不过居民觉得不是什么有害东西就无所谓了。男主自己看来，与其做几根柱子围绕城镇，还不如做城墙来防止外敌和魔兽的入侵。等吃饱喝足后，两人回到各自的房间，但塞纳内心很是不满，明明两人可以住一间，偏偏要花2间的钱。言えない。一緒の部屋がいいなんて、まだ絶対。やっぱりいいよな、パーティーって。あのお嬢さんが本当に現れるかどうかは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のおかげでもうしばらく冒険者を続けていけそうだ。ありがとう、ナルセーナ。来了，10月后宫新番再见龙生，你好人生首播。男主生前为至高无上的上古神龙，死后竟意外转生成为人类，开启种田养后宫的剧情。在一次调查任务中碰上第一位后宫，对方居然是可爱的半人半蛇女孩。自从男主遭人类背叛被人类杀死后，他本想认命长眠于冥界之中，可再度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人类，更准确来说是他的父母。没错，男主转生成为一名人类，转瞬间男主已经长大成人。村子里有个规定，认为15岁即成年，按习俗要开始独立生活。如今已经16岁的男主早已独自生活1年之久，他更是为村子担起责任，准备明天去调查沼泽。因为原本生活在沼泽地的蜥蜴人突然消失了，这本应该是驻兵的工作，但驻兵人手有限，所以男主自告奋勇前去调查情况。离开前，男主回了趟父母家，品尝了母亲亲手做的美味料理。虽然父母都很担心男主，但既然已经成年，就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父母能做的只有默默支持，当然也不忘让男主赶紧找个老婆。不过男主还想再享受单身生活。第2天，不少人来为男主送行，驻兵深表歉意让男主冒险，不过他们必须留下来守卫村子。离开时，马尔古婆婆还提醒男主，她在占卜中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告别众人后，男主便向沼泽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总算抵达。下一秒，男主触摸大地，发动感知，瞬间便知晓了蜥蜴人无法居住的原因，因为大地精灵的力量太强，水精灵的力量太弱。突然，附近传来响声，引起男主注意，他立即做出备战姿势，因为这种状况下还能在沼泽地活动，应该是相当强大的种族。很快，男主便见到本尊，只不过与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蛇妖是这一代不曾看到过的魔物，不过还真如传闻中一样美丽。得知男主只身一人后，蛇女反而露出微笑。どうしましょう。人間よ、私は争いに来たわけではない。还不等蛇女把话说完，身后突然冒出个大家伙，眼看蛇女就要被一巴掌拍死，好在男主及时出手将其救下，然后拉着蛇女躲在巨型蘑菇后。蛇女刚要问那是什么鬼东西，却被男主一把捂住嘴巴。男主用手示意她的尾巴还在外面。等怪物离开后，男主才解释，原来那是发狂的大地精灵，栖息在这里的蜥蜴人消失，恐怕就与之有关。男主猜测可能是大地震让精灵产生了异常，可惜已经无法恢复正常。这时男主才自我介绍起来，蛇女名叫赛丽娜。男主听说蛇妖都会使用魔法，他想和赛丽娜联手对付精灵，不过赛丽娜也属于大地的生物，攻击魔法恐怕很难奏效。不过他有一招束缚类魔法，于是男主制定计划，他来打头阵，赛丽娜掩护。于是，在面对精灵攻击时，男主挡在赛丽娜身前，为她争取时间。待吟唱结束，只见一条大蛇钻出，然后紧紧缠绕住精灵。显然赛丽娜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对男主而言已经足够。只见男主纵身一跃，与精灵肩并肩，然后他只是稍微借用了一点前世的龙族力量。精灵被一分为2，然而流淌的淤泥沾了赛丽娜全身，连嘴巴里也都有。很快，男主带赛丽娜洗澡换衣服。晚上，两人在森林里过夜。男主认为赛丽娜与他印象中的蛇妖不太一样。正常来说，蛇妖对人类十分警惕，也更有攻击性。不过，男主很好奇的是，这附近并没有蛇妖的部落。赛丽娜来这边又是为了什么？原来蛇妖中也有规定，满了17岁就必须外出旅行寻找丈夫。因为蛇妖是只有女性的种族，也只能生出女孩。据说这是一种诅咒，更是一代传一代。另外，蛇妖体内还混有毒素，所以寻找的丈夫对象一定要是强壮的男性，不然接吻和造小孩的时候就会中毒身亡。第2天一早，两人各自启程。赛丽娜继续向南方寻找丈夫。男主也打算尽快赶回村子，同时他还邀请赛丽娜日后来村子里做客。离开时，男主突然想到蛇妖最喜欢精气，这个亚人牛姐姐每天都会贡献自己的牛奶给村民，优质牛奶透着香甜气息，任谁喝了都赞不绝口。男主自然也不好拒绝牛姐姐的好意，于是将她的牛奶一饮而尽。就在不久前，男主还在村里练习药草的炼制，但他身为巨龙转世，上辈子因为体魄强大根本就没用过药草，所以对药草的比例完全掌握不好。这次离开村子也完全是因为他远远就感受到了一股妖魔气息，只是这股气息让他感到无比熟悉。等他进入森林后，果然看到了正在洗澡的蛇妖。蛇妖被男主看光后瞬间红温，但男主的思想却停留在巨龙时期，大胆地欣赏着蛇妖的身体，最后还是狠狠挨了他一巴掌。等蛇妖穿好衣服后，男主好奇地询问他为什么又回来。闻言，蛇妖顿时委屈起来，
原来他在离开男主后又遇到了几个人类，但大家看到他的蛇身后都吓得四处逃窜，没办法，他只能回来找男主。男主思考再三，想了个办法，他想要让蛇妖与自己一起生活。蛇妖差点以为男主在向自己求偶，搞清楚状况后，他这才松了口气。実はドランさんを探していたのはまた正規を食べさせてもらえないかなって。ああ、気に入ってもらえてよかった。之后，男主想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先是由蛇妖每天送到村子大量的野味作为礼物，人们虽然好奇，但也将礼物照单全收。他们发现了地上蛇妖爬行过的痕迹，于是推测蛇妖送礼物过来很可能有另外的目的。为此，大家特地开了个会议，为的就是探讨要不要讨伐蛇妖。可在讨论了一圈后，最终村里的预言师婆婆卜了一卦，认为蛇妖出现是大吉的现象。但武装队长还是将信将疑。第二天，他带领村里的战士们前往森林，想要看看蛇妖到底有什么目的。而男主早就与蛇妖通过气，他准备今天上演一出蛇妖救人的戏码，到时候自己只需要假装被怪物袭击，蛇妖出场救人，想必瞬间会迎来大家的好感。可计划还没实施，森林里就突然钻出一头铁熊，这种级别的怪物显然不是他们能对付的，而且铁熊直奔武装队长的儿子冲了过去。竜の力を使わなくては無傷ではいられないか。どういうことだ。森に帰りなさい。在蛇妖魔眼的作用下，铁熊乖乖跑回了森林。虽然蛇妖突然出现救人，但武装队长还是不愿意相信他是友善的，而男主则表示蛇妖救了自己的命，他绝不是那种恩将仇报之人。见此情形，武装队长也只好询问蛇妖先前送礼物到村里是什么目的。蛇妖赶忙拜倒在地，称自己想要跟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因为他的修行路实在太过孤独。这完全不算要求的要求，让大家也有些发愣。村里的牧师妹子更是称大地神母已经告诉他蛇妖是善类。至此，武装队长终于收起了对蛇妖的戒备。他们将蛇妖带回村子疗伤，甚至还给他贴心的准备了房间。ベルン村へようこそ、セリナ。绝对是10月最值得期待的新番之一。那个所向披靡的粉红小不点再次登场，这次他不仅参加了第3届枪术大赛，甚至还组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强队伍，直接成为了全场焦点，全程被全部队伍追着射击，牛逼！就在刚刚 Pito 从助理那里得知 GGO 游戏决定举办第3届特工强袭大赛，于是他立马打着叙旧的名义找到了小莲。但小莲虽然是拿到了第1届冠军、第2届亚军的强者，却根本没想参加这次的第3届大赛。先不说跟 Pito 为敌会有多累，更重要的是小莲想不到有什么理由要跟 Pito 对战，所以他这次坚决不参加。殊不知这正往 Pito 挖的坑里跳。原来 Pito 一开始就打算拉小莲入坑组队，再加上小莲之前跟娘子军团有着下次再战的约定，最终还是向 Pito 妥协加入了队伍。为了拿下这次大赛的冠军， Pito 直接拉着助理还有美优一起跟小莲组成了最强小队，这可把2人之前的仇家全都吸引来了这届大赛。很快通过预算赛的人员名单就被确认下来，首先第1名是强敌 MMTM 小队，接着是第2届冠军队 TS， 还有小莲和 Pito 组成的 LPFM 小队并列第2，紧随其后第3名小队是上届没能拿到名次的娘子军团，还有机关枪狂人小队也成功通过了预算赛。这次大赛除了这些熟悉的面孔之外，也吸引来了一些低调的新小队加入。不仅如此，得知小莲居然跟 Pito 组队后，娘子军团与 MMTM 小队也达成了共识，两队在进入决赛圈之前都不会与对方正面交锋，一致统一将枪口对准小莲的 LPFM 小队。当有着极高人气的小莲和 Pito 踏入会场的那一刻，全场的观众都为之欢呼，全都认为这次的冠军非小莲莫属。但他们恐怕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在准备室时 Pito 说出了个惊人的事情。原来由于现实忙着演唱会的缘故， Pito 和助理其实已经几个月没碰这个游戏，所以这次大赛根本没有做充足的准备。就连美优也是顾着玩别的游戏，已经很久没碰过枪了。这3人组起来纯粹就是想拉着小莲的大腿来抢夺冠军。为了补偿小莲， Pito 拿出1箱手榴弹送给了小莲。经过美优的讲解，小莲得知了这是能炸飞半径10公尺内所有物体的电浆手雷，所以这6枚手雷也理所当然的到了美优手上。みんな準備はいいか？全然準備してないけど、激しいバーチャル殺し合いの準備はいいか？かすれるな。一人はみんなのために、みんなは私のために。みんな仲良く。我ら生まれた時は違えど、死ぬのは私が最後だ。久々だから、ゲームをゲームとってのんびり楽しもう。つまり、優勝以外は許さん。さあみんな、守る存分に暴れよ。绝对是最刺激的一场跑酷，面对数不尽的弹道射线瞄准，但凡换个人来跑，都跑不出小莲的速度。就连号称游戏跑得最快的小莲，在这场吸引火力的跑酷中也险些被击毙。牛逼！就在刚刚摁打开了这次比赛的大地图查看，与上届比赛不一样，这次众人将在岛上决出胜负。LPFM 小队出生点在岛的西南方边线处，其他强队也被刻意分散在了地图的4个角落。从地图上来看， LPFM 小队必须经过一处货运列车的吊车场，并且这一带通常会很开阔，所以必须尽快移动。东方则是平坦的森林，东南方则是一些像塔一样的岩石区，其他地方还
还有北边的市区有几栋大楼，最后岛的中心是一块未知区域。M 将此区域暂命名为黑盒子。正当他打算等第一次扫描结束后就开始移动决定作战计划时，突然美优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没想到这次还新增了个地图缩小规矩，随着时间的流逝，岛屿会不断沉入大海，最终大家只能全都往黑盒子那里去对决。这下彻底堵了一些只会埋伏逃跑的老六退路。眼看情况有变 ，M 决定让小莲当侦察兵 ，Pito 和美优跟在身后20公尺 ，M 则负责殿后。小莲本想穿个斗篷降低一下自己的存在感，结果 M 却让他就穿这身粉红色装扮移动，因为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在4人缓步移动了一段距离后，到点开始了第一轮卫星扫描。没想到伴随着扫描结束，不远处天空立马出现了一枚信号弹，紧接着出现了第2枚。M 一看就知道这是包围4人的信号。根据扫描显示，目前有3支队伍包围了吊车厂，其中2支队伍发射了信号弹，所以明显意思就是一起干掉 LPFM。紧接着没等小莲从震惊中缓过来，第3枚信号弹也发射升空。意识到随着时间流逝会有越来越多人聚集而来 ，M 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让小莲立马跑起来，先往吊车厂跑，进去后继续跑，这样敌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小莲身上。其他3人就在这段期间内想出应对之策，然后再赶去救小莲。对面数十把机枪的射击，小莲只能拼了老命的不停奔跑，队友纷纷给他打气加油。不知道的还以为4人这是在并肩作战，结果却是小莲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然而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不远处再次有信号弹发射升空，这也意味着又有其他队伍加入围剿大军。正当小莲躲在列车后面想喘口气时，突然一发狙击擦伤了他的小腿，这让小莲不得不继续跑起来。也不知道这些玩家是不是都参加过瞄边大赛，硬是贴脸都射不中小莲一枪，反倒是小莲不停奔跑，差点就跑离了吊车厂。就在这时 M 居然让他转头回去，往蓝色信号弹的方向跑来。听着2秒后才传来的爆炸声，小莲一瞬间就算出了信号弹距离自己660公尺远。原来刚才那不一样的蓝色爆炸信号弹是美优朝正上方发射的电浆弹头，然后 M 用狙击打中它所形成的信号弹。就在此时，小莲也发现了缩在火车厢里面的队友，便直接一跃而起，连滚带爬的滚进了火车厢。原来刚才小莲去吸引火力的时候 ，M 就带着大家一起偷偷躲进来。小莲本以为要在这里躲到其他队伍离去，但他忘了还有卫星扫描这个机制，只要扫描标点后，大家都会朝着这里冲来。根据刚才的卫星扫描结果，我们发现1公里内的敌人数量已经增加到了5队，远方还有4队也正在靠近，所以他们要在火车厢内去迎战这群敌人。观众看到9个队伍包围 LPFM 小队，也不由得心疼了1秒小莲。有了第2届比赛被 Pito 偷袭的经验，这次敌队采取了缓步靠近的打法，并不敢贸然冲锋，生怕又被埋伏。但奈何 Pito 天生嘲讽圣体，只是跟他们打个招呼，就瞬间让敌队丧失理智，疯狂扫射。然而普通子弹根本射不穿车厢，领队只能指挥众人停火，等他们露头再瞄，再分出部分人慢慢靠近，丢手榴弹进去，然后一起爬上去，一口气把里面打成蜂窝。没想到只是一瞬间就有30多人被击毙，并且随着小莲的不断扫射，又有数名敌人倒下。原来是 Pito 利用光剑从车厢上开了洞，所以车厢就成了能攻能守的堡垒。有个不服输的大哥还想朝火车厢扔1枚手榴弹，结果只是2发狙击就当场领了盒饭，连 M 都不由得佩服大哥的勇气。只有用榴弹发射器的美优派不上用场，只能躺平给3个队友加油打气。观众看到2分钟就秒了30个人，全都觉得 LPFM 小队真是恶魔般存在。眼看正面突破不行，敌队又开始想出榴弹发射器的作战方案。然而这毕竟是游戏，弹道预测线一下子就让美优反应过来这是榴弹，于是 Pito 将枪口瞄准弹道预测线，打算从空中射爆榴弹。バレットラインが消えていくところを。おー、うまくいった。ぶっつけ本番でもなんとかなるもんね。私すごい、褒めてあげた。紧接着美优根据这个弹道预测线推算出了敌队的炮击大致位置，反手送了对方6连发榴弹，直接又炸死了大半的敌人，剩下的人也只能暂时撤退再做打算。就在小莲和美优打算一直龟缩在这道比赛结束时 ，M 却直接说不可能。なんでどうして？レンちゃん、フカちゃん。はい。なんか忘れてない？もうすぐここは。男人因为怕死，所以把属性点全都加上了幸运，却不料开局就把幸运值直接拉满。就在刚刚，他是做梦都没想到，只是做个梦的功夫，就遇到了异世界小说的穿越桥段。随着魔法阵逐渐向4周蔓延，本以为躲到天花板就能逃掉，可还没安心2秒半，魔法阵便再次出现。谁知穿越后，他没遇到刻板印象的沙雕国王和美丽公主，只有一个同样孤身一人的龟仙人。对方提醒男主快点去做准备，其他人早都已经出发了。随着一扇外挂面板从地面浮现，男主激动，上面有很多牛逼的技能，却不料因为他最默契的缘故，强大技能都被选完了。剩下的都是没人要的废柴技能。对方提醒男主快点去做准备，其他人早都已经出发了。随着一扇外挂面板从地面浮现，男主激动，上面有很多牛逼的技能，却不料因为他最默契的缘故，强大技能都被选完了。剩下的都是没人要的废柴技能。
能，要么是掷骰子按点数分配能力值，要么是村民套装和隐形眼镜。男主是真的服了，剩下的技能一看就是鸡肋，连魔法都是一些看似就无用的技能。于是男主向龟仙人抱怨，靠这些垃圾能力只怕连新手村都走不出去。结果对方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就把剩下的垃圾能力打包塞给男主。再一转眼，男主就被送到了异世界，地上躺着装有村民套装的收纳袋，却不料里面竟然是无限空间。虽然里面的东西摆明都是村民剩下的，不过男主却感觉穿在身上还有点小帅。随后才想起来确认自己的状态，不料开局就要掷骰子才能打开属性面板，男主意外掷出了2个人点数。なんじゃそりゃ M ってなんだよ、まさかマイナスの M？ いやー、ド M の M ってことも。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不是一点实力就能改善的，于是男主选择全部加幸运，谁知竟直接把幸运拉满。原来 M 是最大值的 M， 但其他的垃圾技能实在无法直视。除此之外，因为他是被单独召唤来的，所以多了个无法与人组队的边缘人被动，以及使役魔物的能力。男主绝望这下只怕没机会开异世界后宫，但当务之急是要先找个安全据点。此刻他想起初始道具还有隐形眼镜，这眼镜一戴世界豁然开朗，还为男主带来了鉴定技能，而村民套装的含金量还在增加。男主一路搜刮各种草药食材，反正多少收纳袋都能装得下。在幸运的加持下，男主找到河流补充水分，又成功发现附近有一座无人山洞。男主窃喜收纳袋中还有魔力帐篷和魔力提灯，正好这次便宜了自己。夜间在森林中捡到的木柴和枯叶，再用温度魔法升温点燃取暖。此刻男主才发现，随着温度魔法等级上升，他又新学会了火魔法，拼了一天还获得了千里眼、察觉气息和锁敌魔法。所幸男主安全度过了异世界的第一个夜晚，只因魔法提灯具备驱魔效果，家里蹲称号则能让他窝在家里的时候无敌。随后他用火魔法生火，村民那套装里的道具切菜做饭。此刻男主对村民的崇拜之情无法言说，里面各种野外求生道具一应俱全。接下来他打算把洞窟当作根据地，然后最重要的是确保粮食和安全。说到安全，就遇到了哥布林在外觅食。男主清楚置身森林除了中午早晚得战，现在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但只靠一根棒子实在没有安全感。他试着用包装魔法给棒子附魔，もう一匹。攻撃は単調。動きが読める。随着击败了2只哥布林，男主的等级来到了2级，能力值也都翻了1倍以上，不少技能也都跟着相应提升。第3日，男主打算继续练习使用魔法，他尝试将魔力覆盖全身，随即发现身体的各种机能获得了飞速的提升。今天就连哥布林也能轻松击败，就算一挑3他也不在话下。まあ、今はやめといてあげるが、帰って魔法の研究と。在这之后，男主晚上则研究魔法做实验，白天打哥布林练级。来到异世界的第5天，男主已经可以一击秒杀哥布林，山洞布置也获得了大加强。正当他觉得异世界生活即将步入正轨之时，晚上男主就探知到同学们的气息，还是他最不想遇到的不良少年。然而不仅如此，男主发动千里眼，还看到了辣妹团体、肌肉笨蛋团体以及阿宅团体全都朝他这个方向接近。最让他在意的是班长也在附近，毕竟班长和他从小就认识。虽然他清楚在这个危险的世界，有同伴才能更好的生存，但男主的中二之魂却猛然爆发。这种孤身一人的孤高感，不会被任何人干涉的自在生活，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状态。比起组队，还是一个人攻略异世界才更爽。男人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好好睡觉时，外面竟传来阵阵声响，这也使他不得不前去查看。不看不要紧，居然是那群死宅在与哥布林们战斗。最终男主不仅出手相助，而且还带他们回到自己的住所。原来就在不久前，男主正在自我陶醉时，突然感知到有人在向他这边靠近，于是他便迅速地躲进了草堆中，却不料有一人竟径直走了过来，这也让男主不禁冒出冷汗。就在他即将发现男主时，突然一只兔子窜了出来，这也让男主躲过一劫。虽然男主不想与不良少年们扯上关系，但由于好奇心使然，他就躲在一旁偷听他们在说什么，也都在男主的意料之中。他们一直在开班级里美少女们的黄腔，而男主却丝毫不担心。他知道班长一定会制止这些不良少年，毕竟他从小就是擅长管教问题儿童的超级班长。接着男主也发现了他们在密谋着什么。画面一转，男主回到住所后，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边缘人技能竟然升级了，可他的等级依旧是3。他也猜测造成技能升级的原因，应该就是一事无成和木头人造成的。一事无成的作用就是无法集中做一件事，不过做什么事情都能表现得不错。但木头人则是纯纯的废物技能，由于兔子没抓到，所以男主依旧只能以蘑菇充饥。时间来到第7天的夜晚，男主也早早已经上床休息，可外面却一直有打斗的声音。他原以为是不良少年在搞鬼，却不料是那群死宅在与哥布林们战斗。男主也看出他们应对的非常吃力，他也在犹豫是否要帮忙。考虑再三后，他决定先鉴定一下他们。不曾想他们都是等级16的人，并且个个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于是男主也准备离开，却不料气息感知突然起了反应，居然是2只哥布林准备搞偷袭。もう、しょうがねえ。スノボアタック！おーい、太田くんな、生きてるか？はるかくん？
结束战斗后，宅宅军团们也一路跟着男主，并一直向男主表示感谢。男主也因自己太久没有与人沟通，所以导致自己的语言能力降低了。随后男主也邀请他们前去自己的住所，看到内部结构之后，他们一个个都非常的吃惊，而男主也好奇他们为何大半夜在战斗，殊不知他们是在逃亡。原来在他们刚被传送到这里时，所有人都表现得惊慌失色，唯独宅宅军团们非常的冷静。与此同时，班长也出来安抚大家的情绪，却不料一群哥布林出现在他的身后，此刻就连他也淡定不起来了。不仅是班里的女生被吓哭了，就连不良少年们也都吓坏了。好在宅宅军团的人显得游刃有余，最终在肌肉男们的帮助下解决了哥布林。接着班长也立刻组织大家前往视野开阔的河边，而宅宅军团也率领大家一起建设营地，再由班长分配工作，使得大家也逐渐变得团结起来。可好日子不长，大部分的人都只想着坐享其成，最终这个团队也变成了一盘散沙。之后也只剩下宅宅军团和少部分同学留下共识。宅宅军团们不仅干苦力，甚至还要为他们阻止怪物入侵，而且他们提升等级还有一个目的，由于他们看到了不良少年拿的技能，有能随心所欲操控他人的魅惑以及傀儡这样的技能，所以为了保护班级里的同学，他们才如此努力。最终宅宅军团决定偷偷监视着不良少年，而不良少年一直谋划着如何实现后宫计划。见此，宅宅们也将此事汇报给班长，班长也开始策划了一场好戏。不良少年在努力下终于掌握了那俩技能，随后班长也在这时独自走进他们视线，趁他们色性大发的时候，宅宅们出手将他们打晕，接着使用封印技能封住那俩猥琐的技能。不良少年的计划败露后，也理所当然的被大家赶出了据点。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不曾想他们居然升级完杀了回来，大肆的在据点里搞破坏。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周遭的同学都把这一切归咎到宅宅们身上。就在所有同学都指责宅宅们的时候，只有班长出来维护他们。最终他们也无奈的离开了据点。听闻这些事后，男主便非常的感动，当即掏出他的所有蘑菇，给他们举办一场蘑菇 party。翌日清晨，男主也给宅宅们一些蘑菇，他们准备去城镇里当冒险者，并且邀请男主一同前往，却不料男主直接拒绝了他们。虽然男主也对城镇有兴趣，但他深知自己的这些技能一定会给他们拖后腿。接着男主也准备去看看班长的情况，却不曾想在路上遇到了狗头人，即使自己不慎被咬了一口，可最终还是击败了他。一转眼到了傍晚，男主也来到了河边的据点，可是这却空无一人。接着他使用锁敌看到了足迹，下一秒他也感应到河对岸有女同学在，社恐的他当即转身逃跑。尽管身后的女同学在挽留他，他依旧马不停蹄的跑，直到女同学使用敬语请求帮助时，男主才停下了脚步。原来他们是想找寻宅宅军团，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是想找宅宅们道歉。男主当即就懵了，他们现在才意识到没有宅宅们的话，他们根本没办法活到现在。接着男主就开始试探他们，却不曾想对方直接就开哭。どうしちゃったのかな。小田たちに謝るまで生きる技と知識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一直身为路人甲的男主哪遇到过这种事？也就是这时男主的使役技能发动了，男主打开一看，才发现他们三个成为了男主的奴役，这也不禁让男主开始一顿的幻想。回过神后，男主发现对方受伤了，当即取出回复药水，却不曾想对方竟直接泼向男主。就在男主担心会被班长看到这种情况时，好巧不巧的班长突然经过，并且突然朝男主扑来，可男主却还在想着如何解除使役，根本听不到班长说话，直到班长大吼才把他的神带了回来。而在另一边，不良们还在想着之前的计划。まずは邪魔な連中を片付けるか。人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闲来无事打造的房子，却让他有了意外之喜。不仅班上的女同学都借宿于此，甚至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脱去衣服，冲进浴室泡澡。可他却独自一人出来住帐篷，这一切都得从头说起。男主还在思考为解除这三个辣妹的使役技能时，不料青梅竹马的班长出现了。接着男主就与其聊了起来，却不料班长身后还跟着一堆女生。好巧不巧的，他也发现了那三个辣妹，男主也只能从实招来，表示他们被自己使役了。当即班长就醋意大起，怀疑男主有问题，于是全体女生都开始质疑男主。这么多双冷冰冰的目光注视，让男主感觉被冰冻了一样。随即男主就准备开溜，可没弄清楚事情，班长怎会让他离开？接着他便开始询问当事人的辣妹。经过班长不懈的努力，辣妹也清醒了过来，通过辣妹导齐的解释，从而解除了男主的误会。随后女生们就开始了会议，而男主再次沦落成了边缘人。不过这一切他都已经习惯了，但迫于无聊，他准备练习一下魔法，看看能不能再给家里建个地下室。こう研ぎ澄まして集中すれば。もうじっとしててって言ったよね。暇だったから。隙間に挟まる猫でもあるまいし。让男主没想到的是，班长突然给男主扣帽子，强加个男主是来帮他们的名头，不给男主解释的机会，直接表达谢意。身为单身狗的男主哪见过这种场面，随即打算离开这里。可辣妹们怎会让男主离开？班长这时询问男主打算回哪里，男主毫不犹豫回答当然是回家了。顿时班长就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男主居然在异世界也有家，而男主却表示只是闲着没事见的，瞬间就让女同学们都很羡慕。下一秒他们又开始了小会议，在得知男主家里能容下240人以上，并且还有家具和浴室后，同学们
都鼓舞着班长，于是班长鼓起勇气，希望男主收留他们。这一请求也震惊男主2秒半，一瞬间种种不可描述的画面充斥着他的脑海，男主也开始想入非非。随后他带着一群女同学回家，看到眼前富丽堂皇的景象，他们眼睛都发直了，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了。这也让男主骄傲地开始介绍阵，可他们却只管脱光衣服直奔浴室，仅仅一瞬，他们便都泡进了浴缸中，任凭男主如何阻止都无济于事。画面一转，男主出来住帐篷，虽然这种场景非常刺激，但是他终究接受不了跟一群女高同居一室。突然班长走了过来，他是来向男主表达谢意的，毕竟自从宅宅们离开后，所有男生也都相继离开，搞得剩下的人都历历不安。好在现在有豪华的房间以及浴室和料理，使得大家犹如重获新生一般。接着班长也开始自责，表示自己无法向宅宅们照顾好同学们，男主则安慰他不要拿宅宅们比，他们可是随时准备被异世界召唤的人啊。这一番话也让班长豁然开朗。接着女同学们也都睡下，而男主终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想法，准备干点什么再睡。1月清晨，男主被一个声音叫醒，居然是一个紫发妹子喊他吃早饭。男主还迷迷糊糊搞不清楚状况时，却不料对方径直朝他爬来。见状，男主当即表示自己还想再睡一会，可对方却突然贴了上来，柔情蜜语了起来。男主立刻转移话题，询问早餐是什么。听到有烤鱼后，男主激动的一头撞到了对方。接着班长迅速来安慰紫发妹，没想到男主竟然不管不顾，只想着吃烤鱼，活该母胎单身啊。由于男主从来异世界开始就从来没吃过荤的，所以他吃的都哭了出来。虽然男主是住在河边，但每次都是盯着鱼吃蘑菇，毕竟男主根本抓不到灵活的鱼。接着男主好奇他们是有什么好办法，原来这些鱼都是靠着同学的雷魔法变鱼。见状，男主希望对方再使用一次，经过男主的软磨硬泡后，女同学也只好再次使用魔法，却不料男主突然使用包装技能，将雷球包了起来，然后再将其扔入河中。于是男主也成功抓到了鱼，并且他还获得了雷魔法的技能。班长和同学也不解为何如此，原来男主只要用包装技能对其包裹，就能获得该属性的魔法。随即班长就感觉男主的技能堪比外挂，殊不知男主这些技能都是他们挑剩下的。实际上他刚刚看到雷魔法时，差点被震撼的吓尿了。画面一转，男主也询问起他们接下来的打算。班长希望前往城镇，不过他也担心路途中会遇到魔物，所以希望男主可以特训他们。而在训练之前，男主要确认下他们的等级，却不曾想他们里最低的等级都是16级，可男主却只有7级。随即男主便觉得这些人不需要他教吧。恰巧此时草丛后有了动静，男主便拿着3只狗头人当训练对象，就连狗子都觉得自己不像魔物了。一开始女同学们都觉得不屑一顾，然而他们一下就被干翻了，于是他们就来到男主的帐篷内继续开会，商量完对策，他们打算再次尝试。却不料早上的紫发妹来找男主，她向男主坦白早上那样做是为了试探男主，毕竟之前有过前车之鉴，所以她担心男主也会向他们伸出魔爪。可男主却不仅提供住宿，还教他们战斗，而男主对此则是非常理解。1月清晨，男主正悠闲地吃着烤鱼，但昨天被打得很惨的女生们又再次出发，然而他们被班长拦了下来，他希望大家能先特训一番，于是他们便开始了特训。接着便是展示特训结果的日子，面对狗头人的挑衅，女生们不仅装睡的装睡，还有装病想临阵脱逃的人。就当男主以为特训失败时，私は小田たちに謝り最终他们也还是成功了，可没想到的是他们还与魔物握手言和，这可真是把狗头人整不会了。而男主也以为终于能送走他们了，却不料班长提出与男主一同出发。男主则表示自己从未说过要离开，但终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于是班长就开始动员大家，可男主却还在一旁装东西。それじゃ街に出発！楽しみ！選択したいよ。行くかいね。委員長、何？はるかくん。ここから何が起こるかわからない。気を引き締めていこう。人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在夜期时竟看到远处一道关注，这也导致这件事在他心里久久难以忘。最终他便一个人独自闯进分所区，当他触碰到立方体后，他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机械臂士。要问为何会变成这样，就要从那天晚上说起。一个神秘女人独自潜入集团抢夺立方体，并且她身轻如燕的就准备逃离，却不料早有一群卫兵在缴获剥审，但她丝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只见她腿部上的花纹突然亮起，下一秒她的身上就出现了2只机械臂，仅仅3下5除2的时间，她就打败了数个卫兵，可终究还是被高科技给限制住。接着集团的干部也闻讯的，没想到的是他也有一只機械臂，但他的机械臂是通过高科技改造而来。他也趁着女人被限制，从而夺回了立方体，并且一直说着挑衅的话语。できた。噛み砕け。远处的男主看到光柱也是这样造成的，而且男主还感受到立方体在向他求救。第二天乘坐地铁时，男主仍旧在想着那件事，他也立刻查询关于昨晚的事，却根本没有任何有用的讯息。突然这时一个人靠到他的身上，害得他差点没有把住手机。紧接着他也看到一个孕妇没有座位，但迫于边上的人一直靠在他身上，使得他无法让座给孕妇。男主也发现周围的人对他议论纷纷，当即他便逃离了现场。出地铁后，男主也立刻拿出女喷，
被影片里根本没有他看到的光柱以及掉落的立方体，同学们也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但突然那个求救的声音再次传来，随即他也发现声音的来源就是他昨天看到的地方，于是他便一个人前往事发地，但警方早已将这里封锁起了。可那个声音继续指引着他，他也因好奇心使然偷偷跑了进去。接着他也看到了一个发光的立方体，当男主触碰到立方体后，立方体立刻起了反应，下一秒就掉到了男主的帽箱里。没想到的是，帽衫里长出了一只机械手臂，更是他还会自主的说话。男主当即四处寻找是谁在说话，当他出现在男主的眼前后，男主立刻就被吓傻。机械臂接着就想向男主自我介绍，可刚要说出嘴时，他才发现自己好像失忆了。男主不管3721，只想摆脱他，却不料他直接给男主干翻了。紧接着一个无人机突然出现在他们跟前，就在男主还在摆脱机械臂时，无人机居然突然开始朝他攻击，吓得男主疯狂逃窜，机械臂也紧张地抓着男主的裤子不放。男主立即准备脱掉裤嘴好礼，但无人机已经到他跟前，好在机械臂及时挡下了攻击，并将无人机直接击垮。接着机械臂也发现头顶有无数的无人机，当即就提出与男主协作杀出一条路来。另一边集团也通过无人机探查到男主的存在，他们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械臂。躲过无人机的追捕后，男主也立刻脱下连帽衣管自己离开。不管机械臂如何挽留，也阻挡不了男主毅然决然要离开的心。却不料男主走出一定距离后，机械臂就突然失去了能量，可当男主一靠近，他又生龙活。男主也立刻测试了起来，于心不忍的男主最终还是决定带着他。也就在此时，无人机也赶了过来，机械臂也准备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接着他便一路拖着男主逃跑。殊不知集团的干部在高处观望着这一切，当他看到机械臂是这副模样后，他便决定让无人机去对付男主，而他则是对那个神秘女人更感兴趣。不出所料，金也真的来到了这，没想到的是，男主在跑时突然被一只手抓了过去，原来是金来救男主了。仅仅2秒半，无人机就被尽数消灭。接着从金的口中得知男主的机械臂名为阿尔玛，却不曾想此时那个干部也赶过来，趁着金跟对方说话之际，男主立刻带着阿尔玛钻进了胡同里。金原想追上去，却被集团干部拦了下来，这也成功激怒了金。而在男主那边，阿尔玛发现敌人都是奔他而来，所以他也不想再连累男主，希望男主抛下他独自离开。此时金也已经解决完敌人，出现在了男主面前，随即男主也决定与阿尔玛并肩作战。阿尔玛也想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让男主只管往前冲，剩下的交给他就行了。任せろ！最终男主也靠一拳击败了金，随后他也立刻逃离了现场。当金回到组织后，侯林也深知集团很快就会查清男主的身份，所以他也继续交代给金一个任务。夜月清晨，男主带阿尔玛一同去上学，但男主做梦都没想到金居然转学到他班上。还只是获得了一个会说话的机械臂，不想每次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只因有个美少女会毫无征兆的突然冒出，看到男主和村雨从同一间厕所出现，这顿时引得其他人浮想联翩。可只有男主明白对方是为了机械臂阿尔玛，然而男主的青梅却误以为村雨是喜欢男主，想着帮忙撮合这件亲事，于是在放学后强行拉着男主来到了学校废弃的建筑，而里面正是等候多时的村雨。事已至此，男主也清楚一直逃下去不是办法，倒不如问明白村雨的真正目的。闻言，村雨解释到自己是机械协会的成员，现在要把阿尔玛带回总部，而男主由于已经和阿尔玛结合成了共生体，自然是要一同前往。但男主一想到过去可能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就立马带着阿尔玛跑路了。本想从出口离开，怎料青梅却是直接堵住了门口，如果不看到两人牵手成功，他绝不放男主出来。与此同时，集团的2个机械师也盯上了男主，不过因为青梅一直在站岗，一时半会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另一边在寻找一番无果后，村雨也是失去耐心，选择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经过一系列事情，村雨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其实男主根本没和阿尔玛结合，毕竟机械臂向来都是和人体直接融合，可为何阿尔玛却寄生到了男主衣服上，并且两者只要超过一定距离，那阿尔玛就会陷入虚弱状态，这在其他机械臂身上从来没发生过。换言之，无论如何他都要带男主回去。可就在村雨准备动手打晕男主时，不想青梅突然推门而入，刚才的巨大声响让他很是担心，怎料映入眼帘的却是虎狼一幕。青梅是真没想到男主2人的关系会进展这么快，看来他也可以放心离开了。而趁着村雨被青梅吸引注意，男主赶紧来到了出口，殊不知集团的灰毛机械师已经拦在了前方。和村雨的目标不同，他只收到了抢走阿尔玛的命令。谈话间，灰毛就操控机械臂变化成了低音炮，随即一发音波命中了男主。这音波对同为机械臂的阿尔玛无效，可人类一旦正面挨中就会浑身无力，轻松制服男主后，灰毛一脚踢开大门。见状，1000米开外的橙毛立马把枪口瞄准了男主，好在危急时刻阿尔玛及时出手躲开了这击。这时男主也感觉身体恢复了正常，然而才跑没多远，他就被灰毛堵在了墙角，眼看下秒就要被橙毛一枪爆头。得亏村雨从天而降，用机械臂挡下了这致命一击。灰毛一眼就认出村雨是传闻中近战超强的双臂使者，就连他的上级也曾经败在手中。只不过好巧不巧是灰毛的机械臂专门克制近战类型，一发音波下去就让村雨消减了大半战力。意识到事情严重，村雨果断留下来殿后，并让男主赶紧先带阿尔玛找机会逃跑。
然而男主前脚刚走，灰毛就甩出了针对机械臂的特殊圆环。另一边橙毛见迟迟找不到男主身影，索性将机械臂变化成了滑翔伞前来与灰毛会合。看到因机械臂封印被抓的村宇，橙毛上去就是一顿嘲讽。虽然很想亲手终结村宇，不过根据集团只是需要活着把他带回去，现在只要再抓到男主他们就可以收工了。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男主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但这可不是男主无脑送，只因他找到了破解灰毛音波的方法，那就是他随身携带的防噪耳机。这样一来，灰毛直接没了威胁。随后男主冒死扑倒了村宇面前，终于是赶在橙毛下发子弹前撕开了束缚村宇机械臂的圆环。而众所周知，射手一旦被战士近身，结局自然是被秒杀。利用橙毛当肉盾，村宇很快又干翻了灰毛。可危机虽然解除了，但建筑因为村宇先前的破坏也发生了坍塌。好在有着机械臂，两人也算是有惊无险。等男主再次醒来，他已经来到了协会总部。为首的面具人表示，集团是利用圆环控制了机械臂，将其变为奴隶，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将所有机械臂解放自由。为此，他需要男主和阿尔玛帮助。不过比起什么远大的理想，男主更在意的是首领的机械臂竟然与阿尔玛型号一样。这个男人是真的倒霉，原本他就已经够失败的了，可没想到竟然连自杀都做不到，这让男主感到无比的绝望。不过好在上帝在帮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帮你把窗户关上。很快，男主又从刚刚桌上掉下来的东西中发现了一封医院寄来的信，医生告诉他被确诊了脑癌，最多也就能再活个2年半。而这一消息也让绝望的男主更加绝望。到了晚上，一笔来缓解心情。然而就在这时，债主却又找上了男主。不过因为这里人多眼杂，三人便叫着男主到外面去，而男主也只能乖乖听话。但在几人离开游戏厅时，胖子却注意到男主竟然中了大奖。大姐头一听也赶忙叫住男主，让他用中奖的钱来还债。可不知情的男主却趁着这个机会逃了出去。接着在甩开三人之后，男主也坐在公园长椅上吐槽了起来。当初他也只是借了一点点的钱，却没想到利息越滚越多，导致原本能还上的钱现在也还不上了。不过一想到自己就剩2年寿命，男主突然醒悟了，自己都特么快死了，还还鸡毛的钱，现在应该敞开了再多借点，好好享受一下人生才对。就在男主逃，而男主最终也因体力不支被对方给抓到，朝自己抄了过来。没错，男主被几个钓鱼佬给救了上来。原来当时钓鱼佬们正开船路过这里，听到男主落水的声音后，他们还以为是遇到了大鱼，于是便一起下单开始钓了起来。可没想到竟然钓出来了一个人，当时他们也被吓了一跳。好在男主还活着，并且粉毛也懂一些急救知识，用人工呼吸把男主给救了回来。听完经过，男主也无奈地表示了感谢，然后就准备转身离开。可粉毛却告诉他，想从这里回去可不。男主这才注意到，周围四面竟然都是海，根本就没有回去的路。而他身处的地方正是离岸低，顾名思义，就是远离海岸的海里，也是钓鱼佬们的天堂。当然，这也是粉毛自作主张将男主带过来了。毕竟身为一个钓鱼佬，他可不想因为男主而耽误了钓鱼赛。答应男主回去后，开车送男主回家后，粉毛便转身钓鱼去了。看到这群人如此自由散漫，男主也十分不解，明明从刚才开始就没钓上，为什么他们还这么开心？这时男娃也仿佛想到了什么，随后来到男主身边，递给了他一根鱼竿，并告诉男主现在正是早窗口期，就算是新手也很容易就能上鱼，让男主也来试试钓鱼。一开始男主也是拒绝的，可小花却死缠烂打，非得让男主试试。而就在这时，3个债主也乘船追了过来，男主也是无语，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的。然而就在胖子让男主乖乖束手就擒时，他们的船却来了个360度转弯，掉头离开了，原来给开走了。男主一开始还有些担心船长被为难，但小花却让男主放心，因为没人敢在海上得罪渔夫，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而在这段小插曲之后，男主也决定学习一下钓鱼，而粉毛也做起了男主的导师，告诉男主他们这种钓法叫做路亚，也就是利用仿生鱼饵来模拟小鱼，从而吸引肉食类的大鱼来攻击鱼饵，能将饵抛得更远了。见状，粉毛也止不住地夸赞起了男主的天赋，而这一波也把男主的情绪价值给拉满了。就这样，男主顺利入坑，跟着众人钓了起来。然而足足2个半小时过去，众人却连个鱼毛都没看到。最终男主实在是忍不住了，询问粉毛钓鱼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粉毛告诉说有时候也会被放枪断线等情况，搞得心态崩溃。但钓鱼佬们却依旧乐此不疲，不论刮风下雨也依旧会出门垂钓。但说到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钓鱼，粉毛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なぜだろう？は？而就在众人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时，男主突然觉得手上一紧，然后一提竿，新手大礼包就到账了。すごい！いきなりルアーで釣るなんて。这下而对于男主这个新手来说，根本就没有对付这种大鱼的经验，最终还是败给了海陆的喜塞。不过这种拉大鱼的感觉却让男主记忆犹深，看来这海边又要多一位钓鱼佬了。而这时小花也发现下面的海水像是沸腾了一样，而这正是大鱼在捕食成群的小鱼时才会出现的炸水现象。而这样至少他也钓到了一条青花鱼，而且那条脱钩的海鲈至少也有80架，比小花钓的那条可大了不少。闻言小花はそれより大きかったね。今日坊主だったやつが何言ってんだよ。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几人返回了位于港口的渔具店中。原来这あるけど、フライパンなくね？
牛逼！男主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出门钓了个鱼，结果一回家房子竟然被拆了。不过好在男主的东西倒是还在。看到男主的衰样，粉毛也差点没笑死。不过话说回来，一般拆迁按理说都是会提前通知的才对，而被粉毛这么一提醒，男主也想起前几天在家睡觉时，好像的确有人来找过自己。当时他还以为对方是来催债的，索性就装作没有在家。可没想到对方竟是来通知他拆迁的。不过此时男主也觉得无所谓了，反正身患绝症的他也活不了多久。告诉粉毛自己会去朋友家借宿之后，便和粉毛告辞了。而这时粉毛也突然想起，男主刚刚钓的青花鱼没拿走，蛋家都没了，男主还要个屁的鱼。见状粉毛也没有客气，果断就将鱼带回店里，做成了油炸青花鱼吃进了自己肚里。然而就在这时，天上却突然下起了雨。见状粉毛也不禁有些担心男主，而男主嘛，说是去朋友家也只是在逞强，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朋友。他本想在网咖先撑一段时间，结果身上也没有一分钱，甚至连路过的猫都对男主露出了鄙夷的表情。男主闲着无聊，本想逗逗这只猫咪，可没想到这死猫竟然一巴掌把自己的手给嫌弃的拍开。而这一幕也恰好被赶回来的粉毛看到。见状粉毛也忍不住调侃，原来你的朋友是只猫啊。不过调侃归调侃，在了解男主无处可去之后，粉毛也把男主给带回了自己家。而男主之所以房子会被拆，则是因为太久没交地租，直接被强制收回了使用权。在得知男主很缺钱之后，粉毛也邀请男主到他们渔具店打工，可男主却并不想去，毕竟自己也活不长了。但在粉毛的死磨硬泡之下，第二天男主还是跟着粉毛来到了店里，而店长也没有意见，反正他们店里什么阿猫阿狗都收，只是在意男主喜不喜欢钓鱼。这时男主也想起，这家店好像只招收钓鱼爱好者，也就是说自己只要装作讨厌钓鱼就能被店长拒绝了。于是不想工作的男主果断就表示自己非常讨厌钓鱼。听到这话，店长也立马拍桌而起。原来他们店里都是钓鱼佬，出去钓鱼的时候就只能关店，以后有了男主看店，他们就能心无牵挂的出去钓鱼了。可就在这时，小花却冲进来质问男主为什么讨厌钓鱼。男主表示自己很讨厌鱼腥味，钓鱼会搞得自己身上一股味道。可小花闻言却让男主陪自己去下游乐场。男主本以为他是要和自己约会，结果却没想到店里的人也都被他叫了过来，而且小花手里还拿着钓箱。原来这家游乐场里的游泳池每年都会在夏季之外被当作垂钓园来使用，而小花之所以把男主约到这里，就是想让男主体会到钓鱼的快乐，然后拉他入坑。而除此之外，他还想和粉毛比一下，看看谁钓的鱼多。谁让他说男主上次钓的海鲈比自己的大。不过这次钓法却从路亚换成了饵钓，而太美也做起了老师，给男主讲了一下如何挂饵之后，又给男主讲起了调漂，也就是用浮漂把饵固定在某一个水层，因为根据不同的日期和时间，鱼会在不同的水层活动，所以在做钓时就需要通过拉动浮漂调整鱼饵的位置来寻找鱼层，只要寻找到鱼层，钓到鱼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而这种钓法的抛竿也比路亚简单很多，只需要把竿尖扬起，让浮漂带动鱼饵荡到远处，然后静等鱼饵咬钩即可。说完这些之后，太美便将鱼竿交给男主自己钓鱼去了。然而粉毛这边都已经开始连赶了，男主这边也不见浮漂有任何动静。就在男主感觉这种钓法有些无聊时，却突然看到水面有鱼炸水，于是男主便推测鱼肯定在上层活动。虽说男主不会钓鱼，但脑子却很聪明。果然在下拉浮漂调整水层之后，浮漂终于是有了动作。可每次男主抬竿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显然这是没有把握好时机，不是提竿太早，就是提竿太晚。不过好在新手都是有新手光环的，经过不断的尝试之后，男主终于等来了一个吃了死口的鱼，而且还是一条大鱼。但可惜男主并不会遛鱼，在他的死拉硬拽之下，子线直接就切了。这时小花也一脸惋惜的走了过来，毕竟男主刚刚钓的那条可是三文鱼，是这个钓场里最贵的鱼种，脱钩实在有些可惜。于是为了让男主能有好的体验，并且爱上钓鱼，小花便亲自教导起了男主，告诉男主手竿钓鱼最重要就是提竿的时机，而想要抓准时机，首先就要通过浮漂来感受鱼的呼吸。当浮漂出现轻微点动时，有可能只是鱼在蹭线，并没有将饵吃入口中，而当浮漂出现明显的下顿时，就是鱼将鱼饵吃进去的信号，这时提竿就会中鱼，而中鱼之后就是遛鱼了。只要将鱼竿向鱼游动的反方向扬起，然后一边消耗鱼的体力，一边将鱼拉到岸边就行了，否则一直朝上死拉硬拽，一旦遇到大鱼就会断线甚至断竿。可就在小花给男主演示时，却一个狡猾被鱼拉了过去。好在关键时刻，男主及时一个暴雪将小花给拉了回来。不过小花却并没在意，因为这条鱼是真的把他惹怒了，随后便使出反复横跳钓法，鱼往哪里游他就往哪里走。这一幕直接把男主看傻了，这到底是人遛鱼还是鱼遛人？就这样过了2分半之后，小花终于是将这条鱼给溜翻了。看到小花用这么细的鱼竿和鱼线就能钓上来这么大的一条鱼，男主也终于明白了钓鱼佬的快乐。而有了小花的指导，男主也成功的钓上来了一条。然而到了比赛结束，男主和小花加起来一共也才钓了5条，虽然粉毛钓了11条小的，但数量却比小花的多，所以这次比赛粉毛取得了胜利。因为是自己提的以数量取胜，小花也只能认输，因为这些鱼众人是准备带回去吃的。小花又教男主杀起了鱼，首先就是勇敢的将剪刀塞进鱼的肛门，将鱼肚和鱼鳃剪开，然后将鱼的内脏全部取出冲洗干净即可。而看到这一幕，从未杀过生的男主也瞬间就没了食欲。可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当烤鱼端到男主面前时，男主却还是真香了。还怎么也没想到，只因与不良少女的一个赌约，他的人生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天，他变成了鬼。
男主一直是班里被欺负的小透明，直到不良大姐大看见了这一幕，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到了男主身边，其他人就再也不敢造次。完事他只是随便翻翻男主的书便离开了。可这突如其来的好却使得男主误会了什么，他主动找林濑搭话，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超自然现象的爱好者。林濑也是服了，她不久前谈了个男朋友，长得非常像偶像高仓健，可没想到对方满脑子都是黄色。她也因为不愿意被渣男甩了，也正巧失恋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看见男主被人欺负，一时兴起帮他爸爸。你这种宅男特有的强迫传教真的很烦人，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没朋友。这点狠狠地戳中了男主痛处，被打击的站在原地呆住了。林濑也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说过头，回头道歉并表示自己虽然不相信外星人什么的，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幽灵。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男主竟然嘲笑鬼这件事，世上根本不可能有鬼吧？他只相信存在外星人。于是两人开始吵了起来，慢慢的争论变成了打赌，双方都想让对方见到真正的外星人和鬼。于是就在当天晚上，林濑来到了男主指定的废弃医院，两人实时电话通讯，而男主那边则是来到了林濑指定的废弃隧道。然而两人万万没想到，他们双方都会在这晚见到真火。先是男主这边，他拎着手电筒走进隧道，这里的气氛非常恐怖，也好在有林濑在电话里陪他说说话。直到走进深处，男主意外发现地上有许多诡异的血脚。おっぱい吸わせてやるからよ。一気もっとしゃぶらせろ。男主反应过来后立马逃跑，他发誓这辈子都没跑这么快过。可林濑在电话却表示千万不能跑，原来他从小被巫女外婆带大，知道绝不能和鬼婆婆赛跑，一旦被鬼婆婆追上就会受到诅咒。电话中传来男主的惨叫，林濑也没想到真的有鬼，立马就打算去隧道救援。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边竟然也遇到了真火。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外星人绑在椅子上。令人意外的是，外星人居然懂得人类语言，他们称自己是赛博星人，族人们都是雄性，一直都是靠复制技术增加个体，绑架人类就是为了研究繁衍技术。此刻，就算林濑反抗也无效，赛博星人拥有的念能力能轻易控制人类脑波。就在危急时刻，林濑的手机铃声响起，而当外星人拿起手机后，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全身长满毛发的男主居然当场嘎了外星人的命根子。原来男主不幸被爱吃鸡的幽灵婆婆追上，因此触发了诅咒条件，被对方附了身。男主根本无法控制身体，只能遵循本能袭击视线内的雄性。は許可していません。直ちに出て行きなさい。そうでなければバナナをください。君6個。早い。年季が定まらない。我々の大切なバナナを、このバナナ泥棒、セルコスケ食料法。我々は人間と友好関係を結んでるんですから、バナナはください。あげますよ。自分のだったら何でも。ずっと宇宙人に会いたかったんだから。こちとら友達がいないから宇宙人なら友達になっ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小学生の頃から空に向かってずっと UFO 呼んでたんですよ。でも来なかった。いくら呼んでも自分のとこには現れてくれなかったんだ。人間には暇つぶしにいじめられて、宇宙人には気にも留められない。誰も自分の存在を認めてくれなかった。でも綾瀬さんは、そんな自分をかばってくれたんですよ。だから彼女に触るな。彼女を傷つける奴は許さない。彼女のためなら、化け物になってなくてやる。頑張れオカルトくん。男を見せろ。はい。綾瀬さん、やっぱ無理っぽいです。解决男主之后，赛博星人再次开始对女主的研究。就在被赛博人催眠时，女主想起了曾经的往事。小时候巫女外婆一直让自己施咒，林濑也一直照做，可朋友们却一直嘲笑她的奇怪行为。林濑一直不理解外婆的用意，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回忆起这件事，只不过外婆的话一直在脑海回荡。頭の先から気を。ありがとうおばあちゃん。これなら、クズ男。ぶっ飛ばせるわい。而男主这边，他还是被鬼婆婆控制意识。好在林濑用念力逼出鬼婆婆，可明明对方已经离开了身体，但是男主身上的诅咒却并未消失。原来鬼婆婆赢下赛跑之后，就夺走了男主的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鬼婆婆受伤，男主身上的诅咒一辈子都无法解除。而林濑之所以能逼出鬼婆婆，也不过是因为这里离隧道太遥远。被害人物を持ってる限り、小僧の呪いは解けねえ。
返してほしけりゃトンネルに来い。ここはわしには遠すぎる。トンネルなら存分に相手してやるぜ、ケバイババア。誰がケバイババアだ、クソババア。こいつのあそこ帰って。とりあえず脱出しないと死ぬ。しっかりしろ、このバカ。逃げるぞ。林濑终于相信世上有外星人了，毕竟他自己被绑架了，而男主也相信贵了，毕竟命根子都被鬼拿了。若不是林濑在他的身边，男主随时随地都会再次被诅咒吞没意识。唯一的办法只有打败鬼婆婆。他明白这非常危险，所以男主并不想连累林濑。接下来的事情他会自己想办法解决。林濑闻言并不想抛下男主不管，主动上前和男主一起前往隧道。自分不器用なんで。綾瀬さん、服着てください。そうでないとまともに喋れません。嘘。なんでドキドキしてんの？たまたま高倉健のセリフを言ったからびっくりしただけ。一旦落ち着け、私。ねえ、そういえば名前なんだっけ？うち名前覚えるの苦手でさ。高倉健です。这是你10月必看的炸裂新番，那个经常被同学霸凌的死宅男主，一次意外走进灵异地点的隧道后，他的人生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男主被色批婆婆附体成为了超自然能力者，但代价是身体被控制，而且男主的命根子还被他拿走，不过因此获得了强大的力量。すげえ、力が溢れてくるぜ。而女主小桃觉醒了超能力，刚好可以帮助男主暂时压制附体的恶灵，但也意味着男主不能离开小桃，否则他就会被高速婆婆吞噬。无奈之下，小桃只好带他回自己家。殊不知男主刚踏入门口的一刻，他的全身突然燃起熊熊烈火。情急之下，小桃使用超能力将男主甩到旁边的田地里。原来是小桃的奶奶在门口设下结界，受到诅咒的男主是进不去的。于是小桃将符咒摘了下来。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两人突然听到门铃声，小桃顿感不妙，因为奶奶曾经说过，我们家有2种门铃，一种是给人用的，另一种是恶灵专用的。而现在的门铃声是小桃从没听过，也就是说，门口外面站的就是恶灵。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符咒贴回去。于是两人从后门悄悄溜出去，殊不知他们已经被墙壁围住了，而且现在还不能贴符纸，因为男主还在里面也会被烧死的。然而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恶灵终于现身。但令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眼前的庞然大物并不是幽灵，而是外星人。他是来为同伴报仇的。小桃很想用自身的超能力干掉他，不过现在时时刻刻都要抑制男主的诅咒，以至于小桃没办法自如使用超能力。然而就在这时，男主看着还没复原的手，他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原来他打算去战斗，让小桃只解放他身体的诅咒，保留对头部的意志。可小桃才刚刚觉醒超能力，他还不够熟练，不清楚究竟能不能成功。然而如今的现状容不得他多想，唯一的出路便是背水一战。力が溢れてくるぜ。でもすげえ撃つ。うわ、人格がぶっ壊れた。虽然力量从体内不断向外喷涌，但男主的性格也变了。然而就在两人打情骂俏时，外星人实在看不下去，把男主当蚊子来拍。结果外星人的手指没了，这是男主身体条件反射做出的行动。这就是高速婆婆的力量，速度快到连小桃都看不清。本以为开始绝地反击，却不料男主帅不过2秒半。突然他口吐鲜血，动弹不得。还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小桃使用超能力把他救了出来。原来男主的身体跟不上诅咒的力量，他感觉身体快要4分5裂，毕竟那不是人类能驾驭的速度。然而就在两人束手无策时，小桃看到外星人在做相扑的动作，要是让那家伙双手着地的话，就算我们赢了吧。于是两人决定再来一次。计划是男主瞄准外星人的脚，然后小桃用超能力扳倒他。虽然两人配合得很好，跟计划如出一辙，但外星人不讲武德，不肯认输就算了。趁着小桃毫无防备时，一只强有力的手一猛然将他攫住，然后狠狠扔在墙上，紧接着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直接把小桃刻在墙上。男主想过去支援，但他也自身难保，可以说情况非常不妙。然而就在这时，男主突然变回原样了。原来小桃并没有失去意识，同时他也想到对付外星人的办法了。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外星人的拳头如同陨石般再次轰击，墙壁竟在这一击之下凹陷出一个触目惊心的深坑。眼看小桃还在嘴硬，外星人可不会惯着他，他的拳头如潮水般汹涌而至，每一拳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本以为小桃就这样死去，却不料他早有计划。この深さならよ。原
来小桃特意激动外星人，让他在墙面砸出个坑，刚好可以容下男主，从而躲开结界的范围。不得不说这招属实高。随着外星人被消灭，屋子也恢复了原样。这一战结束后，男主也换了发型，但别看小桃嬉皮笑脸的样子，其实他早已精疲力尽。随即他直接晕了过去。然而没有了小桃超能力的抑制，不出意外，男主要暴走了。还为了变成无恶不作的反派，每天都会去研究那些关于变坏的书籍。可时间久了，他却并没有变坏，反而是成为了连国王都青睐的天才。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成为反派的初衷。原来前世的他看不惯某个游戏中女主角的种种作为，比如女主放个屁都能让王子爱上，并且对方圣母心泛滥到令自己反胃，所以他十分讨厌且厌恶女主。可没想到的事情是，一觉睡醒的他竟然真的穿越了，更是附身在了一个7岁的贵族女孩身上。她便是游戏中的最大反派。つまり私は悪役令嬢に転生したんだわ。このチャンスを逃す手はない。今から努力して世界一の悪女、いいえ、歴史に残る悪女になってみせるわ。他很清楚接下来的时间不能浪费，既然老天给了他成为反派的机会，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变强。于是女主便将目光锁定在了他的几位哥哥身上，因为贵族们通常都会用练剑来提升实力，所以他便向几人提出了教他练剑。可没想到的是，几位哥哥却只以为女主是心血来潮，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弃。秉着刁难他的态度，大哥让他去锻炼体力，每天100个俯卧撑以及100个仰卧起坐，坚持1周就会教他。可女主在明白几人的意思后，转头便跑到了图书馆内。她准备从学习魔法的那阶段开始，锻炼身体则是放在了晚上。在这个只有贵族才能使用魔法的世界，毫无疑问他也是个天才，更何况他出身于5大家族之一，并且5大家族还直隶于国王，所以对于魔法的研究他也能做到得心应手。更是用了半天不到的时间，他便读完了36本书。接下来就是锻炼身体。刚开始做俯卧撑对于这个7岁的身体确实难度很大，但也就仅此而已。女主用了2天便能做到1天100个，这具身体简直就是才华横溢。而父亲却不敢相信自己女儿的变化会如此之大，要知道对方平日可是好吃懒做的主才对。然而父亲却注定无法知晓真相。也就在今天，就在他准备继续提升实力的同时，却看见院子里出现了一群男人，而他很清楚这些人都是触发游戏剧情的关键人物，但其中一人才最为致命，那便是国王的亲儿子，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王子。前世的他就对游戏中的王子泛起了爱意，可这一世他却准备将王子拱手相让，于是打算趁这个机会，他想给尊贵的王子留下些许的坏印象。大家在第一次见到女主时都露出了怜香惜玉的表情，然而他们却殊不知，这都是女主故意接近，就连打招呼的姿势都是她刻意去学过的。毕竟坏女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不坏的才对。可接下来才是到了她表演的时候，只见她准备好后，一把躲过了哥哥手上的利刃，然后以惊人的力量踢在了树上。随着这一脚，树上的苹果也刚好降落，并且被她以最快的速度1分为2。但她的这一举动却看呆了一旁默不作声的王子。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她每天都在哥哥的指导下练习剑术，只是女主却忽然的发现，王子好像时不时的会出现在自家后花园上，这种感觉就很莫名其妙。不是主角的他貌似偏离了画风，明明想要成为反派，却被游戏中的男主角认可。本以为这只是个单纯的巧合罢了，可没想到第2天，他又被5大贵族同时邀请，表面上是带女主喝茶的，可实际上却暗藏阴谋。这是他进了房间后偶然发现的，只因桌子上的那张地图是那个游戏中他即将要被流放的村庄。但这个剧情都快赶上大结局了，要知道国王和5大贵族一直以来都在找2样东西，其中一样是一朵绿色的玫瑰，另一个则是沾满圣气的金色玫瑰。而根据某个传说，当掌管人类命运的孩子诞生时，其身旁就会伴随玫瑰出现。现在国王的儿子已然拥有了其中的绿色玫瑰，那么现在只要找持有金色玫瑰的那个圣母，并且让双方结合，就算让世界和平也都不再是梦。也是这时，女主却看见国王竟也来到了这里。虽说她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但她还是礼貌地向对方打了招呼。然而国王接下来的提问却让她怀疑了人生。问题则是女主如何看待我国的立场。可对于一个8岁的小孩来说，问这种政治类的问题显然不对劲。不过这在女主眼里就是游戏对她的考验。坏女人都喜欢在这种场合展现自己没错，但没想到的事情是，恐れながら、デュルキス国は大国ではありますが、決していい国とは言えませんわ。どう？絵に描いたような悪女でしょ？経済力は高いですが、富の大半は貴族に集中しており、貧富の差が深刻です。近郊のロアナ村など、明日のパンも買えない厳しい生活を強いられているとか。貴族への不満は膨れ上がる一方で、いつ暴動が起こるともわかりません。財政の強化が課題か。では、解決策も述べてみよ。そこまで求める？でも真の悪女なら、金庫を持つカルベラ国を利用するのはいかがでしょう？独立を支援するのですわ。ラバール国との対立は避けるべきでしょう。表向きの関係は保ちつつ、カルベラ国と交易。そう。恩を売るのです。独立が叶った暁には、有利な立場で貿易ができますわね。国王满意的离开了，但王子却有点不懂了。通常自己在面对父亲时都会异常紧张，可眼前的女主却没有半点紧张感。于是接下来离谱的一幕也就发生了。君にこれを少し遅くなったが
これは。樱花季少女向父亲提出了练剑的想法，可父亲却始终不同意。原来女孩的剑术早已超越了凡人的领域。父亲明白，如果让女孩去剑术学院，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每当这时，他都会以女孩年纪尚小为由拒绝。然而任谁也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的体内却住着另外的灵魂。没错，她便是穿越者。于是为了瞒着父亲默默变强，她今天准备偷偷外出探险，目的则是附近的村庄洛亚奈。传闻这个村庄是最贫穷的村落，可没想到才刚接近这里，她却发现周围居然被魔法墙所覆盖。随后映入眼帘的是扑鼻而来的恶臭，以及躺在屋外的神秘男子。他没打算理会这个人，贵族的身份不能在这里暴露，却不料很快他就被人发现，而来者只是一个盲人。对方劝他最好不要拔剑，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得知女主是为了亲眼确认这里的情况，男人将她带回自己的小屋。好在对方并没有恶意，原来他名为维尔，虽然双眼看不见，但可以凭借女孩的呼吸以及衣服的摩擦来确认对方的身份，这让女主忍不住询问对方的身世。原来维尔曾经也是贵族，可由于惹怒了地位比他高的人，就被对方挖掉了双眼，然后被扔在了这个村庄自生自灭。这被女主看在眼里，因为眼前的这个男子貌似和普通人不同，所以她便把自己想要成为恶意千金以及改变世界的梦想说了出来。两人也就在这种平淡的聊天中成为了朋友。时间一晃过去了2年，女主期间除了每天练剑以及看书之外，都会坚持和维尔大叔见面，而且今天是他年满10岁的日子，这意味着今天也是这个游戏世界中王子和女主人公见面的日子。他很期待自己能作为反派大小姐和女主人公处处作对的那个情形了。准备了多年的他，更是将恶女的言行举止都完全掌握，现在就只差实验。于是他便和哥哥一起来到了一家植物店，而老板眼见来人是大贵族，便将这里的大部分植物都讲解了一遍，比如一些植物可以治疗伤病，又有一些可以安抚内心之类的。然而当等询问女主是否喜欢植物时，このくらい常識でしょ。第2天，他找到哥哥，再次说出了自己想要练剑的想法，可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对方的严厉指责，理由则是女主年龄尚小。事后哥哥和父亲诉苦，他的确不该对妹妹大声吼叫，只是这一幕却被路过的女主恰好听见了。然后他便走进了房内，并同时质问他们不让自己练剑的理由。眼见氛围这么紧张，父亲只好答应他，只要年满15岁就同意让他练剑。只因女主还没意识到，她的剑术早就超过了儿童领域，如果让她参加剑术测试，必定会成为王国焦点，不管是好是坏。然而当年女主与国王的对话，5大世家全都在场，他们隐藏不了太久。即便如此，父亲也只是想给她一个简单的童年。此时女主却在抱怨，为了成为最棒的恶女，她是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无奈之下，只能去找威尔求助。因此今天她第一次白天来到村子，却发现了村子的真面目。这里没有秩序，充满了暴力。一个小孩正在被一群恶棍欺负，女主想要上前制止，却遭到了威尔的阻拦。事后他们才将被霸凌的孩子带回家中，但以当前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在这里这种事她见过太多，由于没有药物，生病受伤只能等死，因此她将孩子聚集在一起，教他们认字和算术。只有这个男孩是个孤儿，但他的聪慧连威尔都自叹不如。但凡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必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只可惜在这里诞生的孩子，一出生就会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此刻女主才意识到自己如今的环境是多么优渥，即便如此，她还是被大人保护着。虽然不想保护他人，这不是一个恶女该做的事情，但游戏女主角一定会伸出援手。她自我攻略不能做女主角能做的事，也是一种耻辱。于是女主找到保罗想要退烧的草药，这才帮助男孩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可她依旧认为自己很没用，为了成为最强恶女，她一直在努力，但真有事发生却什么都做不了。因此从现在开始，她要用10倍的努力，让自己成为能名垂青史的第一恶女。为此她必须掌握魔法才行。却不料今天女主意外发现，图书馆里竟然多了一片之前没有看到的区域，书架上摆满了她心心念念的魔法书。1级魔法只要有魔力谁都能使用，50级以上就需要大贵族级别的魔力，而记载的最高等级是100级。但游戏中王子和女主角都会100级以上的魔法。很快女主靠自学学会了5级魔法，却因为睡眠不足导致脑袋很疼。此时国王又恰好驾临要跟她聊聊，女主兴奋的一批，只当作是她恶女的失恋。国王开门见山，他喜不喜欢这个国家？女主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见女主不理解，国王改变问法，他觉得这个国家的运行模式怎么样？女主坦言讨厌贵族优待的制度，毕竟说是贵族，但其中有多少无能者却身居高位。虽然他不是针对所有人，但成为贵族的条件是拥有魔力。可擅长魔法的人不见得擅长政治，反而平民不管多优秀，却因为身无魔力就连翻身的机会都得不到。因此当前的制度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才。一想到这个他就头痛不已。然而王子却看出他是真的头痛。可国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然而女主无所谓被剥夺大贵族的地位，她自知只是运气好出生在这个家，但明知自己无能，却为了保住地位打压优秀人才就是作恶。谈话结束，女主刚一离开就差点晕倒，王子及时出现将她抱在怀里。随后见女主连吃药的力气都没有，王子是真牛逼，直接嘴对嘴喂药就离谱。男主怎么也没想到，她居然会被神社的老爷爷相中当孙女婿，要她在从未蒙面过的3姐妹中挑选一个当老婆，最后再继承神社。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男主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奈何姐妹们实在是太好看了，他也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而在这之前，从小父母双亡的男主在孤儿院长大，17岁的他也到了要离开这里的年纪。他刚好又被神社的公司给相中了，对方要收养他，于是乎男主便顺理成章的来到了神社寄宿。而这一天刚好公司不在家，他还以为对方是因为年纪大了没听到，便直接来到了里屋寻找。忽然他听到旁边房间有女孩子的声音，而且对方好像还在换衣服。理智的男主知道一旦打开门，肯定会被当成变态来对待，于是便选择在外面等待。但没想到的是，还没穿好衣服的他们居然主动走出来了。今のは見なかったことに。できるとでも思ったか！
ただき物もっと塩を持ってこい。このハレンチな汚れを払わねば。でも、血出してるよ。手当てしないと。今時興奮して鼻血出しちゃう人とかいるんですね。之后，男主向大家解释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从今以后，他要在这里借住。而对于这件事，三姐妹有着不同的看法。20岁的大姐叶虫展现出了成熟的一面，希望男主把她当成姐姐，有什么不懂的事情都可以来问她。而14岁的小妹潮姬则是非常调皮，希望男主把她当成亲妹妹来疼爱。妹って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から一緒に暮らす家族なんですよ。这两位都非常欢迎男主来入住，只有17岁的二妹希奈坚决反对这件事，更别说把男主当成家人来对待。而男主对于希奈的冷漠并不意外，反倒是觉得正合他的胃口。他也不打算扮演什么感情好的家人，他只想要一个能够安静读书的环境就够了。まあ、とりあえずは様子を見てやる。ちゃんと飯を食べたいのなら、お行儀よくするんだな。名前は、上果てウブーくんだったかな。どうぞよろしく。之后，大姐带着男主来到了他即将要入住的房间，在帮他拿棉被的时候，柜子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不小心，所有东西都涌了出来。待て、バランスが。なんだ今の音は。誤解だ！男主也是无语了。他真的只想要认真读书啊！来这里发生了太多意外，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必须要加紧补上进度才行。忽然小妹又从身旁出现，说是要和男主增加感情，所以特意来找他玩。男主并不领情，还让他赶紧出去。こんな美女が急設計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に、本当についてるんですか？调皮的潮姬开始检查男主的行李箱，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书籍。いい加減にしろって！今度はなんだ！ロリコだから誤解だ！连续被揍了这么几顿，男主实在是没心情看书了，于是便出来洗个脸冷静一下。看到一边的房间里居然还亮着灯，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开了门，没想到大大咧咧的希奈居然就这样睡着了。由于晚上比较冷，还打起了喷嚏。男主出于好心想要帮他盖被子。まさか私もただ暇だ！落ち着けって！ゆなねどうしたの？ごめんね、お邪魔して。うちら全員とスケベしちゃうなんて。ほんと誤解なんだ！信じてくれ！原来希奈是因为熬夜折玉手不小心睡着了，这些都是准备发给参拜的人们的，而这也是她们三姐妹作为巫女的职责。通过这个帮助大家和神明牵线，替大家祈福。男主忽然发现他们手上的发带好像都是一样的。大姐解释这是母亲留给他们的遗物，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宝物。当他们得知男主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现在读书是为了报考京都大学医学系的时候，都表现得有些吃惊。希奈更是直言，还以为男主只是一个单纯的变态而已。不过既然你有如此志向，来到我们神社也算是你的运气好。それにこの時期は奇跡が起こ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な。奇跡？押しつぶのかない雨だ！お前も毎日神様に祈れば、きっと願いが届き、奇跡が訪れるだろう。バカバカしい。男主并不信奉神明，所谓的流星群只不过是陨石降落罢了，竟然会相信这种幼稚又毫无科学依据的传说，我实在无法理解你那童话故事般的大脑。男主这番话直接完美踩到了希奈的雷区，这次都不用物理攻击了，直接气到了开始扎小人诅咒他。第二天，有不少人来到了神社参拜，三姐妹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分发祈福过的玉手，但很快意外就出现了。不会说英语的希奈根本无法和外国小女孩交流，好在男主及时出现，用英文帮她解释了这一系列的行为，小妹妹才知道希奈是在替她祈福，完美化解了这一场危机。这个瞬间，男主在希奈心中的好感度飙升。紧接着又发生了一场意外，她的发带被小鸟给叼走了，这可是母亲留下的遗物。尽管三姐妹寻找了一天，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线索，只能明天再找了。大姐见到希奈这么的自责，连忙安慰她：私たちには神様がついてるから、きっと導いてくださるよ。はい、すぐ見つかります。そうだな。男主又过来泼冷水了，认为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神明的想法非常可笑，是否能够实现愿望，绝对不是靠神明，而是靠自己。他这么一番话，又是踩到了希奈的雷区，刚刚积累的一点好感度瞬间变为了负数。半夜的时候，大姐和潮姬为了调解两边的矛盾，特意来男主房间找他，但不巧的是男主并不在。忽然他们注意到了男主桌子上的照片，那是他和母亲的合照。大姐听爷爷讲过男主的过去，他唯一的亲人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想必那段时间他一定向神明祈求过无数次吧，但都没有实现，这也是他不信奉神明的原因吧，所以才会努力学习，立志当一名医生，想要靠自己去实现愿望。看到这里，大姐的心情变得沉重了起来。大丈夫ですよ。
あの二人って案外似た者同士でしょ？素直じゃないところとか、なんだかお人よしのところとか。確かにね。だから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んです。あの人はきっと、うちらの味方です。果然善良的男主独自一人来帮希奈找发带了，因为是被鸟叼走的，他便要爬树找鸟窝，也因此摔倒了很多次。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能找到。绝望之下，他想起了姐妹们说的话，不信奉神明的他忽然萌生了祈祷的想法。另一边，得知男主难言之隐的希奈开始到处找他。あいつの大切なものが見つかりますように。願いを口にするのはいい心がけだ。ひどいことを言って悪かった。こちらもきつい言い方をして悪かった。见到男主为了他遍体鳞伤，希奈从心底接纳了这个男人。大姐和小妹见到两人和解了，也是非常开心。回去的路上，浪漫的一幕发生了，流星雨和掉落的樱花映照出了一幅极美的画面，大家都惊叹这恐怕就是奇迹吧。男主也震惊了片刻，但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原理，便感觉没那么神奇了。でもほら、今のお前の目の前にある景色は奇跡みたいに綺麗だろ？まあ、ほんのちょっぴりの。素直じゃないですね。そもそも美人三姉妹と一つ屋根の下ってだけでも奇跡なの。而更神奇的是，不知是不是神明显灵，他们的愿望居然真的实现了，发带又奇迹般的掉落在了希奈的头上。男人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来神社借住第一天就被公司大人要求入赘并老婆3选1，而且更离谱的是，男主还得每天伺候这3位美少女，就连洗衣服都得要求男主来干。おい、このブラとセットのパンツはどこだ？見当たらないぞ。気にするな！上下が揃っているとは限らないんだ！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いかも。っていうか、なんであんな慣れてるんですかね。原来等公司大人回家的第一天，就要求男主入赘继承神社，这瞬间就把男主听懵逼了。你这老头子最开始可不是这么说的，可公司却早有准备，他表示已经帮男主找到了升学率最好的高中。男主一听就直接来了波土下座，翻脸简直不要太快。可三姐妹却在一旁开启了小会，只因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爷爷居然叫男主入赘。为了能将男主赶走，希奈便想到一个计划，随即他便叫来男主做饭。可就当打开冰箱一看，硕大的冰箱里只有洋葱跟鸡蛋。然而三姐妹显然小看了男主，没过一会，男主就端来刚做好的料理。见计划失败，希奈又叫男主去洗衣服，只因家里没有烘干机，每次只能手动烘干并晾晒。可另外俩姐妹马上意识到，把衣服全部交给男主去洗实在有些害羞。还没等希奈反应过来，男主就掏出一条圣物。于是，在三人羞涩的表情下，男主已经将衣服全部晾好并叠了起来。可傲娇的希奈依然不打算罢休，紧接着便叫男主去整理长女叶虫的房间。而男主怎么都不会想到，平常打扮精致的叶虫，房间里脏的就连地板都看不到，除了桌上的化妆品，地上全都是作画用的颜料。只因好久没有清理，有些废弃的油画已经开始发臭。于是，在男主一番努力下，整个房间瞬间变得久久新颖。这让三姐妹怎么都没想到，书呆子男主居然不仅精通学习，家务方面更是强得像个家庭主妇。可男主却坚持不下去了，只因今天直到现在自己都没开始学习，全部都在帮这三人洗衣做饭。于是他便向三人道歉后，整好行李离开了神社。可希奈虽嘴上说着计划成功，身体还是诚实的跟了上来。于是三人便一路尾随男主，只见男主越走越偏，最后走进一家阴森的房屋。可让希奈害怕的是，男主下一秒就出现在了自己身后。这是一所儿童保护机构，专门为无法监护孩子的家庭管孩子。女孩名叫武咒，是这家机构的专属医师。然而让三姐妹想不到的是，男主边上有个大姐姐武咒陪着也就算了，就连男主的青梅竹马鹤山也住在这里。一眼望去，男主身边竟全都是美少女。而今天之所以会把孩子们都叫过来，是为了给他们住院的家人们折千纸鹤。传说千纸鹤就是能集合许多人祈愿的特殊护符。说着，三巫女便起身帮忙。可一段时间过后，要么就不会折，要么折的几乎和纸鹤没啥关系，要么就还在磨洋工。这看的男主实在无法忍受，于是他便亲自出手折出一整条千纸鹤。殊不知，就在男主小的时候，就曾为生病的母亲送上千纸鹤，希望母亲的病情能够好转。虽然结果不如自己所愿，但男主还是将千纸鹤递给面前的孩子，给予他们希望与肯定。来到傍晚，武咒安慰男主，三姐妹就是因为放心不下才大老远跟踪到此，便希望男主和他们好好讲清楚。而三姐妹这一天经历下来，也深深明白了男主考上京大的坚定决心。就连傲娇的希奈也对男主表达歉意。可还没等男主感到高兴，第二天男主就绷起老脸，只因三姐妹实在是呆得可爱，晒衣服能晒到地上，房间里的东西指甲不剪，晚饭更是等了1个小时，一个菜都没做好。这让男主还没开始学习就瘫坐在地上。可就在这时，公司却找到男主，只因男主昨天答应了入赘，他便决定从以后开始要求男主和自己的3个孙女挨个相亲。
还怎么也没想到，只因自己的家乡出现了强度12的深渊，他那早已宣布隐居的祖父竟再次出山。面对这种级别的灾害，一般的探索者只有被蹂躏子，可男主的祖父是被称为不灭恶鬼的最强男人，年轻时更是进化过难度13的深渊。要知道12级就是足以匹敌魔王的强度，而13级世间无一人能挑战成功。可即便是当时最强的男人，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蚀。在和强度12的深渊棒厮杀了一晚后，祖父虽然赢了，但他的身体也被斩成了2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和男主交代遗言，这就是探索者最后的下场。既然你选择了战斗，就等于时刻都与死神为邻，所以你看到我现在的惨样，还打算成为探索者？男主流下了眼泪，并发誓要成为比祖父还强的探索员。然而一晃2年半过去了，男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只因他的职业是最弱的话术师，只能躲在队友后面发号指令。他们虽然是 C 级小队，但却因为男主的交涉浓郁，成功接到了 B 级的讨伐上级吸血鬼的任务。击杀了一路的下级吸血鬼后，队里的战士有些不耐烦，为什么不直接去斩杀本体？这样眷属就会失去行动能力。男主表示，我们只是 C 级判做的，如果同时对上眷属和 BOSS， 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战士不以为然，还阴阳起了男主，战斗的指挥就交给你这个话术师，你只需躲在后面，一点都不用担心受伤，真是太厉害。男主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嘲讽，毕竟话术师这个职业没什么战斗力，只能依靠同伴战斗。男主想解释先解决眷属的重要性，可没想到就是这短短宝贝步，让躲在天花板上的 BOSS 抓住了机会，他直接瞄准了男主这个指挥，将男主困在了毒气之中。其余几个队友想要帮忙，可没了男主的指挥，他们连平时一半的战力都发挥不出来。战士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男主能赶紧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毒气中的男主想起了家乡和祖父被深渊摧毁的场景，于是猛炫了一瓶回复药水，然后掏出了自己唯一的武器。他虽然战斗能力低，但话术师可是辅助职业，男主更是将自己的几个技能都学到了马技。他首先使用战术展开，这个技能能通过向队伍下列，从而让队友的全属性提高 25%， 而第二个技能也是强化，男主可以主动提高所有人的士气，让队友的体力和魔力再提升 25%。两个战士瞬间找到了原来的感觉。最后男主闪现到后方下来，让法师给两人套上护盾，整个局势瞬间反转。刚刚那看似不可攻略的BOSS，现在仅是2秒半便轻中解字，而打倒BOSS后，其余眷属全部失去行动力，整个迷宫的深渊也被净化。接着众人返回帝都庆祝，这个都市发展魔宫文明，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更容易引发深渊，于是帝都便提倡人们成为探索者去净化深渊。但男主的目的可不是过来赚钱的，他的梦想是成为比祖父还要强的探索者。于是在结束了今天的庆祝后，男主提议创建一个战团，只因大型委托是帝都直接下的，而他们这种小队只能算最下游的承包商。这话瞬间让红毛为难，要知道创建一个战团需要2000万菲尔，而他们的小队资金只有1280万。男主表示不用担心，不够的资金由他来解决，与其继续承接别人的工种，不如自己创建一个战团比较有钱赚。红毛还是反对，创建战团的条件之一是在帝都内也够为巨流。男主回到这也不用担心，他有租到便宜房子的门路。青毛也站了出来反对，他们只是新手，等级也只有 C 级，怎么可能经营好一个战团？男主很无奈，既然你们不想创建，那就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资金给我，我自己发展。这时战士选择站到了男主这一边，他也想趁早做大做强。红毛和金毛的脸瞬间黑了，于是只能同意两人的要求，不过今天只能口头说说，至于后续的操作，由他这个队长先去了解一下再来商讨。男主答应了下来，可没想到红毛这个老六第二天就被刺了自己。落ち着いて聞け。ロイドとタリアが俺たちを裏切りやがった。看怎么也没想到，只因同伴偷偷卷走了队伍2000万资金，在被抓住后便遭到了男主疯狂的报复，不仅当场把对方打成了猪头，甚至还直接将这对狗男女卖给了奴隶商贩。这残忍的程度瞬间就击溃了大汉的内心，让他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最终承受不住压力，放弃了探索者的职业。此时他喝着手中的酒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而那段痛苦的记忆也缓缓浮上心头。原来大汉早上看到纸条的时候，就赶忙将这个消息告知给了男主，本想着找到那对狗男女后狠狠揍一顿，却突然听到了男主的嘲笑声。毕竟他可不会这么小家子气，只要是背叛过自己的人，男主就都要千倍狠狠的奉还。于是他很快来到探索者公会，发布了高达200万的抓人委托，一下子就引得众人欢声雀跃，纷纷都跑去寻找那对狗男女。谁知仅仅只是2秒半，一个贼眉鼠眼的瘦子便找上了男主，他表示自己知道那两人的去向，为此想要用这个消息换取200万奖金。不过男主听后却果断的拒绝，他看出对方实力弱小，无法抓获同伴，如果只是提供情报的话，那男主需要减少100万的委托金。闻言瘦子也不敢多言，当即就被吓得答应了下来。于是就在狗男女以为成功脱逃时，男主一脸戏谑的出现在了身后。趁着两人大意的瞬间，男主一招言出法随，瞬间就制服了他们。随后经过了解，原来对方之前沉迷赌博难以自拔，一时间失去理智，借了高利贷，最终无力偿还之下，居然就把队伍资金都拿去还债。对此男主一脚便踹在了他的脸上，接着踩在对方的胸口，准备亲自实施残忍的酷刑。就这样，男主接下来疯狂的踩踏，奋力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很快就把红毛打得苦苦求饶，看得一旁的大汉都有些于心不忍。不过男主并没有就此收手，他表示要求得自己的原谅，那就得多忍耐个几千下才行。当场吓得其他人目瞪口呆。这时黄毛开口求情，希望男主能够放过他。可没想到男主竟扬言自己是男女平等主义，
并不会因为是女的就手下留情。接着他用出真话咒言，命令黄毛将事情都公布了出来，而真相就是参与赌博的不止红毛一人。黄毛的疯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部分都是被他给亲手挥霍的。于是，在知道真相后，男主毫不犹豫就叫来了奴隶商贩基尼，随即便将事情都说了出来，打算让基尼给2个人估个售卖价格。怎料等计算完毕，这对狗男女的价格居然才值600万。对此，基尼耐心解释，因为最近圣岛教会颁布了教律，简单来说就是禁止了奢侈的行为，任何高价买卖都会被教会的人给盯上。无奈男主也只能表示理解，所以开口打算卖给对方1100万金币。刚开始基尼还没反应过来，但很快便恍然醒悟，以为男主是哪里搞错了。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基尼接下来每开口反驳一句话，男主居然就陆续增加100万的价格。最终气得基尼想要杀人时，男主才缓缓告知了自己的想法，扬言要是基尼用1500万买下的话，那他到时就对外宣称是3000万的金日，这样哄抬价格，提高奴隶的身价。如此一来，这2人正常来说便可以翻个3倍，直接高达9000万都没问题。等听完了男主的想法，基尼顿时就惊为天人，没一会儿便同意了这场交易。见状，黄毛内心恐惧到了极点，当即开始向大汉同伴求助。就这样一切结束后，男主也按照承诺交出了100万委托金，然后便带着大汉潇洒的离开了。到了第2天，大汉因承受不住压力想要逃避，从此不再继续探索者的工作，而男主也前来为他送行。在聊了几句后就默默离去，只留下大汉一人待在原地怀恋着以前的过往，也衷心为男主远大的梦想发起祝福，最终留下了一行清澈的泪水。另一边，男主此时正在嘲笑自己又变成了孤家寡人，可就在转头时，他意外发现了一张蛇皮，顿时便又激起了内心的斗志。蛇はより強い鱗を手に入れるために古い鱗を脱ぎ捨てる。脱皮が必要か。ブルービヨンドは神聖する。今日この日をもって。女仆熟练地将蔬菜甩向空中，接着以完美的刀法切成丝，然后轻声询问对面的男孩，他现在是否可以被雇佣。然而对于这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无疑是一道非常困难的选择题。原来就在前不久，他的门铃被一个陌生的女孩敲响，对方上来就说自己能否当这里的女仆。虽然起初的男主只以为他可能是来推销产品的，但当等真正询问其原因后，才得知原来是自己远在海外的某个亲戚特意派这个女仆来找他的，并且好巧他的父母也在前几日出门旅游了。于是在联想到这或许跟父母有关后，男主便让女仆展示一下才艺。可没想到的事情是，女仆的这番操作把男主吓得不轻，这怎么就和杀手一样？所以他便拒绝了雇佣女仆。然而就在女仆前脚刚离开不久，眼神也充满了失望的同时，却忽然看见男主又追了过来，并且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原来是女仆的铃铛落在了家里，而由于刚才2人产生了轻微的身体接触，男主便提议对方能否打扫家务。至于原因，那便是青春期在作祟。可这却苦了女仆，打扫家务她是一点都不会，做饭当然也是不会。不过她对于刀法的研究却是惊为天人，比如只要根据使用者的手法，就能让种类不同的刀在击杀敌人时，每次都能做到一击毙命。眼见画风偏离，男主便指了指屋内的垃圾袋，意思则是让女仆清理。可没想到这在对方眼中，就是这些垃圾袋的某一个当中必定藏着尸体。于是为了让女仆从简单的开始学习，男主便让她拿起了扫帚。牛逼！晚上的时候，女仆在浴室洗澡，可男主却脸红了起来，因为这还是女生第一次在他家洗，这种感觉说不奇妙那是假的。与此同时的女仆，她在和男主的相处中，却发现这个少年和其他人不同，从未吃过美食的他，却在这里吃到了温暖；从来只会杀人的他，却在这一刻莫名其妙的害羞了起来。很快夜幕降临，男主因为做了噩梦，便忽然醒了过来，接着又看了看时间，在明白自己可能是饿了之后，就走下了楼梯，但他却貌似在厨房门口听见了什么声音。昨天他就听见女仆说过，他很擅长暗杀，难道今晚就是自己的死期吗？这个女仆表面看起来文质彬彬，难不成背地里就是个变态？而等他走进去一看，好在只是女仆半夜饿了，然后偷偷的吃起了肉酱，这让男主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原来女仆半夜也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肉酱对她说了话，说什么她怎么吃都吃不完，并且女仆明天说不定就会因为暗杀而死，所以现在可以尽情的去吃它。而这便是女仆半夜来厨房偷吃肉酱的原因。可她在前去吃肉酱的途中，却还发现男主在屋内呻吟，貌似也做了噩梦。于是女仆在想到这很可能是暗杀者来袭，所以便走到男主的跟前查看。然而她见到的却只是男主喊妈妈并且在流泪的样子。闻听此言，男主便顿时害羞了起来。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每次做噩梦时，如果不躺在妈妈的腿上，就无法睡着。可话音刚落，女仆便示意男主躺在她的腿上。此刻只会暗杀的他貌似变得温柔了起来。可没想到男主却拒绝了，毕竟他不再是小孩子，不是吗？还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看起来像个废物的男路人，他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史上最强队伍的队长。他本想低调的离开，却没想到被小迷妹逮了个正着。
してるんですかマスター。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男主真的只是个普通的路人角色，只因他后腿的他本打算退出队伍。当他正要艰难地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伙伴们却忽然将他选为了队长。だからお前やれよ、リーダー。は？が全ての始まりであり、終わりだった。認定されたばかりなの。路达之前一直都是单刷的，但是最近遇到了瓶颈，所以今天才会来到这里寻找合适的队伍。忽然旁边的一个大叔打断了他的讲话，初始的足迹可是帝都数一数二的战斗，可不是你这种外行猎人能来的。等级3在这里根本就不够看的，趁现在还没受伤，赶紧滚回家去吧。路达也不惯着对方，毕竟人家战团都没有规定等级限制，你在这里叫唤什么？何よ、やろうっていうの？やるならどうするってんだ？不过立马就有人出来制止了他们。如果灵是数年前来到这个帝都的一支新队伍的简称，里面的成员都有着非常卓越的天赋，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帝都数一数二的队伍，全名叫做叹息的亡灵，也就是男主儿时玩伴们的队伍。大家得到情报，探灵正在招募新的成员，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猎人汇集于此。忽然一个红毛窜了出来，他见到探灵居然还没人出现，非常失望，并开始气急败坏。我总有一天会成为最强的猎人，猎人等级也来到了4级，让我加入探灵可是你们的荣幸。情况不对，立马拉着路达离开。要是被牵连进去，可是会出人命的。但没想到刚走2步就被小迷妹给发现了，对方一个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前面。何してるんですかマスター。いつからいたんですか？やあ、クライ。遅かったね。クランマスターにして、ストグリのリーダーである君が来なくちゃ、話にならないからね。原来男主就是这个战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和儿时的玩伴们组成了最强的队伍叹息的亡灵，并成为了这个队伍的队长。时间来到男主小的时候，身为普通人的他本没有什么宏远的理想，但儿时的伙伴们却不一样。其中有人提出想要成为宝藏猎人，去踏遍世界上所有的宝藏店，将财富和荣誉通通拿到手。この6人ならきっとなれる。そして目指すはただ一つ。世界最強の英雄だ。随着年龄的增大，男主渐渐发现自己的才能和大家完全匹配不上，伙伴们都有着怪物般的资质，而身为普通人的他迟早会成为雷。だからお前やれよ、リーダー。は？在那之后的几年，队伍渐渐变得越发强大，而平凡的我直到现在都还是拥有着才华洋溢的儿时玩伴们的队长。但身为一个普通人，我始终还是想要从这个身份上隐退。画面回到现在，原本高傲的金毛亚克和蒂诺都竞相向男主争宠。蒂诺是男主的儿时玩伴之一的小丽兹的徒弟，有着非常高的天赋，最大的梦想就是加入他的队伍。但男主的队伍现在并不缺人，而现场确实有不少好苗子。之前的红毛和蒂诺都很不错，不如直接将他们介绍给亚克吧。于是乎，男主想到了个鬼点。戒指掉在地上，大家感觉自己都有机会，开始相互争抢，于是整个酒馆就乱成了一锅粥。趁着现场混乱，男主就先溜了。第二天，之前男主原本只想省事，没想到居然出了这种大事。男主在其中挑选了一个等级3的任务，好像看起来还挺简单的。他本想把这件事情抛给亚克，但好巧不巧，对方刚好不在。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蒂诺一个人。男主在这一行混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手段的，瞬间又把他抓了回来。蒂诺开始抱怨了：“我才刚刚达到等级4而已啊，想要一个人救出5个人是不可能的，上面写着难度濒临死亡的极限啊。”男主仔细看了一眼，发现这任务确实不简单，于是便承诺不会让他一个人去。マスターが一緒に来てくれるのでしたら。白狼の巣だよね。人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大陆中唯一一个等级8的最强者，竟是眼前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家伙。他不想听从比自己弱的人，于是向男主提出挑战。可没想到，想要当男主的对手，就必须击败和自己同等级的蒂诺。而蒂诺根本看不起红毛，直接丢掉自己武器要手下留情。这瞬间激怒了红毛，自己也是等级4，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女人？于是他也丢掉了武器，要和蒂诺空手单挑。可红毛怎么也没想到，蒂诺的体术强得可怕，仅是瞬间他便闪现到自己面前。虽然勉强躲过了第一拳，但根本防不住那没有攻击间隔的回旋体。蒂诺向男主邀功，打赢了这场就得请自己吃冰激凌。然而红毛非常不服，还要继续战斗。说着便再次冲了过来，但却被蒂诺轻松躲过后，直接接上一手锁喉。在被折磨了整整2分半后，红毛爆发出毅力，挣脱了束缚。可没想到自己刚站起来，就再次吃了一发手包，然后瘫倒在地。这让红毛怀疑人生，自己从小就梦想成为猎人，如今竟被一个女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蒂诺表示，如果你不服，那就拿起武器继续战斗。这时男主给了红毛台阶下，他知道红毛是和同伴实力差派过，所以才退出队伍来这里。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只是他遇到的状况并没有舍弃队。这话瞬间震惊了红毛。要知道，叹气的亡灵中的每个人都是帝都数一数2的强者，而男主在对待这些家伙时，竟然是选择没有抛弃他们。难道这就是等级8强者的宽容吗？这时男主用脚触碰红毛的宝具，直接引发了宝具所能释放出的最大威力，而身在其中的男主毫发无伤，还感叹了下这是把好剑。红毛直接看傻眼了，自己用到现在都不曾见过炼狱剑有这本威力，而男主竟然连剑柄都没握，就引发出这样的力量。此刻红毛再也不敢瞧不起男主，这等强者完全不是他能够挑战的。可红毛怎么也想不到，其实男主确实是个菜鸟，之所以没有受伤，是因为他整天携带着各种戒指型宝具，就比如手上的反弹戒以及防护自己的结界戒。而炼狱剑这种宝具，男主的收藏多的是，
只需看一眼就知道使用方法。随后男主找团员帮自己的宝具补充魔，他们听说男主将蒂诺指派去了白狼巢穴做任务，虽然那里之前的认定等级是3，可最近发生异变，连等级5罗杜夫的队伍都在白狼巢穴失踪了。男主听后瞬间懵逼，他当时只想接个最简单的任务，可没想到这竟然是个连等级5的高手也无法攻略的迷宫，于是他立马表示有急事要先离开，因为红毛宝具的魔力被他用完了，如果就这么过去做任务那就完蛋。而另一边蒂诺向大家说明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男主肯定是知道了白狼洞穴发生了什么，才指派我们过来，而我们能组队也并非偶然，全在男种算计之内。红毛觉得不可能，他们昨天才第一次见面，但一想到男主连自己曾经的往事都知道，又开始有些不确定。蒂诺表示男主有着帝都所有猎人的情报，就算没有见面，想要预判你们的行动或想法也并非什么难事。被这么一说，三人也有了魔秘，看来之前酒馆那件事也在男主的算计之中。蒂诺说道没错，男主完全掌握着这个状况，不管发生什么事也都在他的算计之内，但蒂诺怎么也不会想男主其实啥都不知道，现在正为白狼巢穴的任务口口，他想找人救援，可天色已晚，根本不会有人帮忙。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自己出马，赶在4人到达迷宫之前阻止这些人。男主直接打开了自己的包，然后带了一堆超强力宝具。秘书看后很敬佩男主，即便都是计算部的士路，但您果然还是会担心嘛。男主表示自己想出去散步而已。这时秘书发现男主带了个补带道具，男主当场装傻，自己怎么可能带违反地博行的东西？但其实就是攻击性道具的魔力早就被他用满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名用。然行ってくる。散歩。安全性ゼロ。ない。はい。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穿越到自己亲手设计的游戏世界中，并转身为异世界最强大的魔王，仅仅一击就能秒杀闻风丧胆的恶魔。然而最离谱的是，他不光有外挂般的管理员权限，而且在游戏里开启了后宫，简直就是人生巅峰的极致体验。由于个人的经费不足，男主精心制作的游戏即将在今晚停服。然而就在凌晨12点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男主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之中，直到看见河里的倒影，男主才知道自己变成了魔王，而且连声音都变了。然而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森林里突然出现一位女孩，随即大喊让大叔赶紧逃。结果话音刚落，一只恶魔就从天而降。一开始男主还以为他是女孩养的宠物，直到他不讲武德发起攻击。何のつもり？自動反撃発動反撃開リベンジ。必殺！クリティカルヒット。判定失敗。相手はすでに倒れている。生存スキル発動。瞑想。判定成功。区内の体力が回復した。看着恶魔在自己的眼前消失，男主才想起这跟自己做的游戏一模一样的设定。正是这种超乎寻常的操作，让女孩误以为男主就是传说中的魔王，生怕自己被他吃掉。无奈之下，男主只好慢慢解释，并展现出自己温柔的一面。看着女孩亚可浑身脏兮兮，便带着她去河洗漱一下。在途中，男主要确定一件事，如果是游戏的话，就叫出状态确认一下能力值。结果真的能叫出来，而且还能切换成开发者模式。不过管理员权限全都被锁定了，于是男主先不想那么多，把刚才战斗累积的技能点数制作出肥皂和浴巾来，这是专门为女孩准备的。在亚可洗澡的期间，男主继续研究自己的面板，试图找到能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结果只知道自己这个角色几乎是无敌的，其他的就一无所知。男主不禁在想，只要将管理员权限全部解除，也许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权限解除的办法可能是打倒敌人。然而就在这时，亚可洗漱完毕，男主便询问他是否知道恶魔的巢穴在哪里，而亚可刚好知道，原来村里的人都嫌他又脏又丑，最后还把他当成献给恶魔的活祭品，所以知道了恶魔巢穴的位置。在亚可的带领下，男主很快就来到目的地。接下来他打算独自进入以查看情况，可没曾想里面有几个刚死去的尸体。也在这时，石碑上的骷髅人突然说话，原来那些人在祈祷着让魔王降临，也就是当时男主碰巧登录游戏才会被召唤到这个世界。而那些祈祷者最终都未能逃脱被破解封印的葛雷欧尔所杀的命运，而骷髅人和他一战也即将气力用尽。男主恳求骷髅人在其临终前能把自己送回原来的世界，奈何与祈祷相反的愿望无法实现。不过最后的来访者骷髅人决定赠予他一件宝物，只见下一秒，男主手上就带着一枚戒指。随着骷髅人的话语落下，他的身体逐渐瓦解，最终化为了尘埃。事后男主角仔细研究这枚戒指，发现它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他猜测这个戒指只要把能量增加到满格，或许就能找到回到原本世界的途径。然而如何增加这枚戒指的能量，却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重来魔王最新一季更新，开场奉献埃塞妖谷名场面，堂堂圣女安吉尔只是收了男主一个天使光环，整个人都变得不对劲起来。その輪に恥じぬよう研鑽したまえ。私は君の敵ではない。天使はどうして魔王が？姉貴がメスの面をしてやがる！自从穿越到游戏世界后，男主每天都在怀疑人生。虽然他靠着自己的魔王属性以及管理员权限混得风生水起，但总归还是想要回到现实世界的。于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男主一边赚钱一边寻找回到现实世界的方法，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了这个国家有名的富豪。另一边，圣女安吉尔回到教会后，吉拉像是看到鬼一样，
因为安吉尔头上居然顶了一个天使光环，而这个光环正是不久前男主随手送给他的。见大姐一脸思春的表情，基拉相当无语。他猜测大姐应该是坠入爱河了，可不管对方是谁，肯定比不过自己的林大人。当初遇到危险时，林大人可是如同天神下凡一般，轻轻松松就干掉了那群小喽啰，而且林大人还是唯一把他当女人看待的帅哥。女が道具持った相手に何をしてんだか。心配してくれてる？ま、クズどもにいじめられたらいつでも言ってこい。どっからでも駆けつけてやっからよ。もう無理！心臓が死ぬ！4回ぐらい死んだ！よければお名前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俺はゼロ。霧雨ゼロだ。霧雨？ゼロさん？只是基拉不清楚，林大人和那个万恶的魔王是同一个人。另一边，露娜正在拉比村视察。自从魔王到来后，拉比村就已经从那个荒凉的破村变成了如今欣欣向荣的模样，就连兔人们也纷纷歌颂着魔王大人。看着眼前的这些兔人，露娜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儿时玩伴，那时候她还是平民，少年是她唯一也是最好的玩伴。两人没事就喜欢跑到富人区，看着那些豪华的房子，相互吹牛说今后也会坐在里面吃饭。可这天两个孩子恰好被富人们发现，他们疯狂地侮辱露娜和少年。露娜直接站到了少年面前，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成为圣女，到时候肯定会让这两个人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在露娜的刻苦学习下，使者果然特地来接她前往教会。可当露娜表示自己已经有仆人的时候，特使却告诉她那个东西已经死了。あのものは殺処分となります。調べたところ、あれはアジンでしてな。イーグルがアジン？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露娜下定决心要打造一个亚人与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这番话刚好被身后的男主听见，他感叹小丫头的理想远大，但此次前来他是特地找她告别的。虽然每天晚上抱着3个美女睡觉很爽，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忧虑，那就是不太懂怎么应对魔法，所以他这次准备出趟远门去调查一番。田原、お前に村のすべてを任せる。何か緊急の案件があれば、いつでも通信を飛ばしてくるように。了解。それともう一つ、この村に害意を持って近づく者がいれば、形成一人残らずだ。いいな。了解。